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ed Soul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才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关于我们心目当中所想的对象关于心中的他，你在他心中的位置和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呢？那未来这段关系的发展，以及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占卜和卡牌，帮助到大家取得需要的讯息。也希望通过今日的传递讯息，帮助大家取得相应的能量和疗愈。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那 Stacy 已经蛮久没有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做情感相关的大众占卜了，原因在于有可能从去年的年尾到当下，我们这个三维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发生非常大的能量变化，所以有可能在 Stacy 进行一个大众的channel 或者说是连接的时候，更多希望我们去关注，或者说我们去感受到我们这个能量的提升，那就此呢成为一个中心点，来引发我们世界当中各个角落的变化，当然也包括感情。那当下呢，我们又已经来到了这一年度的蛮重要的一个过渡点就是我们的金星和水星的双逆行的时间点。所以呢，不免我们在情感当中，有可能对于旧有的人事物，有可能对于当下到了这一个时间点的我们，或者是过去的自我，产生了定的这个再度思虑或者是有一些伤怀，或者说有一些在记忆上、在情感、在感性层面的触动和体验。那我们今天通过灵性的方式，来通过卡牌帮助大家去连接这个能量。不管大家当下心中所想这个人是我们当下的对象也好，还是一个你蛮想去连接一下、追查一下这个过去的对象，还是说对方呢，他当下跟我们的关系忽近忽远，有点渺茫，乃至他是一个未来的对象，我们都可以通过今日的卡牌来做一个连接，看一下在过去、在当下、在未来，我们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位置想法，以及这段关系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如果我们希望去改变这个体验的剧本，这个体验的感受，有可能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众占卜做一个出发点。当我们感受到当下的能量是我们喜爱的，是我们愿意去维持和体验的，那这个能量就是属于你的。如果当下我们接收的讯息是我们不喜爱的，任何大众占卜的用法，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个占都是一样的，如果是大家不喜欢的，大家可以完全集中你们的心念，去往另外一个方向变化改变。因为我们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虽然有很多定数，但是我们也有自由体验券。这个自由体验券掌握在我们的手上，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兑换它、使用它，或者行使这个权利，就是我们的自由意识。爱是自由的，选择是自由的，选择什么样的经验，选择怎样的不管是对象，还是说事物还是说经历和关卡来去体验，也是我们的自由。好，所以宇宙给了我们平等去爱和平等去体验的机会，我们也非常感恩，以及把握它。那也希望通过今日的占卜呢，给予大家这样充足的、满满的，可以去进行再度审视和再度把握，以及再度疼爱自己和选择自己的机会。因为无论我们的时光走向哪里，宇宙的深处永远都有一个来自你深处的声音来自于你的声音是我爱你。所有的灵魂，所有的朋友们，你的灵魂深深的爱着你，深深的滋养着你，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一点。好，那当下呢是我们的一个计时传讯有可能我们也再讲一下我们今日大众占卜的一个出发点、目的性，或这里边的灵性和逻辑的原理，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更好的跟大家连结，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注重我们的潜意识散发给我们的信息和能量，并且很好的使用，跟我们的潜意识相互合作和连接它们。好，那好，我们的主题就介绍到这里今天我们总之是想看一个我们心中在意的人。好，那下面呢，我们进入选牌之前这个冥想的阶段，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全的环境，来安静的、没有问题的状态底下，我们可以放松我们的身体，闭上我们的双眼。那如果大家呢在最近金星水星逆行时期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冥想，也可以来到 Star Seed Soul Healing 的这个频道在我们的主页下方。那大家呢可以在有空或者需要的时候，然后针对我们的一些需要调整的部分来进行
尝试着冥想，因为我们的冥想影片其实是对我们深度冥想的一个带动。首先在帮助我们调理和净化我们的频率和磁场，并且呢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做入门，带动我们进入一个平静或者说无我的状态。那希望可以对大家是有益和有帮助的。好，让我们慢慢的调整我们的呼吸，好，放松我们的身体和四肢。好，可以的状况底下，让我们轻轻的闭上双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快速的调整和净化。好，大家可以缓缓的放松，好，放松我们的身体和呼吸。好，再缓缓的睁开双眼，好，感受一下我们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那今日我们要来连接的主题是我们心中所想这个对象啊，好，那我们要看一下在对方心目当中，我们这个位置看法是否有所变化，那未来又会怎样发展？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
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个人想法在我们的眼中是否对方也变化了呢？所以有可能在我们今日的卡牌当中会读取或者说镜面的去浮现出对方一定的想法和感受。大家呢把这个信息当做一个参考来综合的看待我们的感情题，好吗？好。那我们有3副选项，大家可以想着心中所想的这个人或者如果我们有多个人、多个对象想要对应一下的话，那大家呢可以把每个对象对应到每一副组牌当中，也可以排取一个优先顺位。我们最左边的第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粉色玫瑰石。好，这是我们左边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天然石的色彩，好，它的 aura， 它的光环是否是和我们相对应的呢？或是否是和我们心中这个人相对应的呢？好，那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白色水晶针，这是我们在冥想的时候偶尔会用到的。好，我们的一颗白色水晶针，一颗白色水晶，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色彩，是否是和我们心中这个对象以及我们的问题相对应的呢？好，那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我们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紫色水晶，可以说是随形水晶嘛？OK， 椭圆形紫色水晶。我们可以看一下好，这颗水晶石它的色彩、它的光色、振动频率是否是和我们心中所想这个对象以及我们的问题相符合的呢？好，这是我们第3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一颗紫色水晶石。好，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感应的呢？好，哪一副组牌又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想要连接的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直觉，没错了。如果大家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排一个优先顺位，或者说对于我们心中的对象来进行一个一一的对位选择，好，大家可以慢慢的感受我们这个画面带给我们的信息。好，大家可以放轻松，来感受一下我们心目当中的选项是哪一组呢？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一颗粉色玫瑰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主题呢，是关于心中的他，你在他心目当中的位置、看法是否有所改变？那未来的发展和宇宙的建议又是什么？那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卡牌传递给大家需要的讯息。好，我们先把我们抽好的卡牌放在这里对应我们的第一组。首先呢，我们会通过卡牌来连接一下，在对方的心中你是怎样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位置是否有所变化，在最初和当下又分别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读完神谕卡之后，我们再通过塔罗牌来进行我们细节方面的一些叙述和传讯。那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好，那首先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中间位的我们的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关于在对方的心中你是怎样的一直以来。好，第一组我们看到就是 Star 星星好，这是一副 Oracle 神谕卡，这是我们看到17号呢，对应的是星辰星星的一个意味。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身上有闪光点你们身上有特殊的优点天赋或者是魅力，所以在对方眼中呢，其实你一直是有一个光环存在的。那星星呢，也代表了你是触不可及的，或者说你是一个在远方或在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地理位置、城市或是文化背景的人。看到对方和你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异，不管是现实上的，还是说在心灵层面上的。这种差异呢，会让对方感受到你是一个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会对他产生非常大的一种吸引力，也会让他有好奇感，想要追求的感觉，想要追逐的感觉，但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心灵上或者是物理层面的隔阂。
比如说两个人是否有同样的目标，或者说两个人有同样目标的基础之上，是否能够打破现实给予我们的一定的束缚，向前去走呢？我认为在他心目当中啊，看到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的时候，会感受到你们身上会给他一种有可能是来自宇宙的，有可能是来自于高维的一种助力和指引。而你的存在呢，会让他觉得并非是他的世界所真正拥有和真正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所以在这张牌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一种灵性的顿悟和成长。有可能在你的身上他感受到了，比如说推破三维的矩阵呢，他应该如何去想，或者说在三维世界当中他应该去做怎么样的一些改变等等。星星呢，它也代表了启明星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有一些朋友呢，你有可能是一个比如说跟他通过网络去连接，然后去相会，或者说你们有可能会通过网络，通过一些比如说当下我们用的很多新鲜的科技的手法和手段来进行这个感知。但是我们这个感知层面上都有一个灵在后边啊，我们的灵魂啊，我们的指导灵啊，我们的第六感知啊，让我们去被触碰到哪一个部分。所以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之间其实是会有一种超感知的。就有些朋友你会就是在梦境当中遇见他，或遇见他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在这个人的眼中啊 ，You are a star， 你是一颗星星啊，你是一颗闪亮的星星。这代表了其实我们第一组的朋友有可能你们很优秀，或者说你和对方之间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强烈的这种吸引力。这个吸引力来自于天王星。天王星呢，在我们整个的星盘或整个我们这个银河系当中，本身主的是一种巨变，本身带有的是一个蜕变或革新的性质，或它会有一种突如其来呀，然后若有似无莫名的来莫名的走或者说它会有一种强烈改变的意味。所以我认为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在他的心目当中其实一直是一个在不断变化、不断变革、不断成长的人。他在你身上可以看到非常强烈的这种新鲜感，非常强烈的一个成长和突破，或者说是独立和自主的一个意味。所以你是特别的。好，这边呢是我们的主牌，我们先把它这个放到这一边，我们放到这边吧，然后对我们的画面有一个遮挡。好，星星。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过去的这个阶段，对方是怎么样认知和感受我们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Oracle， 我们的这个选择的主卡，我们看到的是 The Offering， 我们看到新月我们看到能量在这个手臂周围是深沉的像是夜空，像是宇宙，像是星云。那左边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日升月移的变化，很像是我们这个三维星球有很多不同的能量场和色彩。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是属于奉献型的还有就是 offering， 其实它也代表了某一种产品或者说某一种服务或者这个当中它会有某一种奉献和某一种提供。那我觉得这张牌呢，把它翻译过来应该是一个供给者、提供的一个意味。第一组朋友，你在他的心目当中有一种无条件大爱，或者说你在这个三维世界在吸引着定向的跟你有姻缘，跟你有感应，而且你可以去付出，然后你可以去闪光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你是有这样的一个闪光点的人。我看到这个牌里边，我们看到手臂的附近，它的这个 aura 和光环是比较暗沉的，这个也代表了我们第一组朋友你身上有一种神秘的能量，你不是那么的好接近因为这边有星星。再有就是你有可能在对方最需要和需求的时候提供给他了什么，有可能是帮助，有可能是这个应援的或者说给予的双手，或者说你有可能真正的在物质上，在现实层面上，比如说给过他一些帮助。你的出现像是弯弯的新月也像是闪烁的星辰，所以你会让他看到机会你会让他看到有可能是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不好去体验到的爱。你有可能也会让他觉得有一种在其他人身上感知不到的一种慈悲，或者说一种神秘的力量，让他呢感受到你的存在是非同小可的，是不同寻常的，是不同于他人的。那你身上有一股磁场，有可能跟周围的人不是那么容易接近。再者就是你有可能有一种圣人的或大爱的精神，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深紫色的 aura 在你的周围。他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有可能你给予过他一些帮助，有可能你跟他签订了一个订单，有可能你和他之间是互助的，或者是工作上的、同事上的或者是某一个从侧面我们进入他的生活相互去帮助或相互去连接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些细节或这样的一些事件出现，所以他看到你有一种如梦春风被拯救，以及他有可能在你的身上会看到一些奉献者以及被给予或者说被关怀这样的情怀，在其他人身上他感觉不到，所以他认为其实你给予他的一些东西和你的存在，你对于周围人的这种了解都是非同寻常的。我们这个画面上的手，这个姿态其实有点特别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其实是2只手握到一起，有没有？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手臂啊，一个手腕，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个手指，所以有没有在黑暗当中有可能他握住了你，或者是你握住了他？因此我认为有可能你们在连结，你们进入交往那个时期啊，有可能会有一些地下恋情。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暗的空间，我们在呢跟三维是有点隔离的空间当中看到了这样一个救赎的连结。再者就是你们相互都提供给对方最独一无二和或者是最接近心灵层面的这种曝光和体验。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人心里边你有一个特别的位置，而且你给予他东西其他人给予不了，而且你跟他经验过的东西，不管是冒险，那不管是神秘啊，不管是这是秘密也好啊，对于他来讲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会有一种想把你藏起来的感觉。他想把你藏起来，他希望你只为他闪烁有这样的信息。这是我们的第一章，我们看一下我们右边的这一章。当下他对于你的想法，或者说你在他心中的位置有所改变吗？我们第2张牌出现的能量很强大啊。好，我们看到的是金元素 Gold。 好，金元素啊，这个元素它不一定是某一种首饰，或者是它是某一个比如说货币的交换介质等等啊，它是一个元素。好，金元素啊代表了他在你身上看到了更多的闪光点。如果在过去那个阶段你是救赎者，或者说反过来第一组朋友他是救赎者的话，而在过去呢，你们之间曾经给予对方的东西对于他来讲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存在和这个体验独一无二，或者说他对于你的这个幻想，比如2个人没有进入真正的关系，他对于你的幻想和这个追求是独一无二的，而当下他有可能在你的身上更多的看到了你更高贵的品质，像是闪耀的金一样。闪耀的黄金它是一种元素啊，我们刚刚说一种元素，这种元素代表了这个事情本身的价值，或者说你身上本身的闪光点。有更多朋友他有可能看到了你当下正在发光，比如说过去你是星辰，或过去你是暗夜当中即将发光的星辰，或你有可能用你的方式发出了温柔的光，但是没有那么闪闪的或那么的不灵不灵等等啊。那这个阶段他看到了你独一无二的闪光点。这些闪光点呢，不一定通过你是什么样的存在，比如说你本身就是一个星星啊，你本身在做一些事情演映出来。相反的，有可能是通过时间，有可能通过一些固定的事情，他发现你在发光，你在闪光，你在成长。有可能最近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也经历了蜕变或者是蜕变，你当下呢有可能正在这种自我成熟和自我价值的这个课题上寻找到了更多的可能性。那我们看到这个金啊，它已经在宇宙的有可能是这个星河当中啊，开始了它的闪耀，而且这种闪耀呢，在我们这一半轮啊，更像是在山河大地当中能够去闪耀的太阳的元素，或它仿佛在掩映着太阳的光、月亮的光啊，在熠熠生光，好吗？所以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已经超越了某一个黑暗的期间，或者是不闪耀的期间，或者是蛰伏啊、等待呀、待机或者是迷茫的时间段，你开始了发光。而且有些朋友，我认为这种发光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个体，你本身具有这种价值，而不是他帮助了你，亦或是你们之间呢之前拥有过什么，这个发光是你本来的状态，所以它对于你的改观是对于你这个人的认知，对于你这个灵魂的认知在发生的质的蜕变。你在他心中的位置如果出现了这个 gold 啊，你已经是黄金的存在，你已经是这边我们看到星星啊，就是说你是殿堂级的存在啊。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其实你在对方占有着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但他有可能呢，首先在他的心底里边需要的有可能是跟你这种超距离的，比如说更亲近的距离接触，或者说他有可能需要的是2个人呢手挽手相互扶助，
他有可能在意的是一些现实层面来讲，你能够 offer 给他什么，他又能够 offer 给你什么啊？他需要这是一种平等，因为我们看这个两个手牵在一起嘛。那还有就是我看到在对方的心目当中，当下你有可能正在用你的方式我看到是更加霸道的，或者说更加卓越的闪耀着，而且这种闪耀看起来一旦开始了不会落幕，以及你有可能有更大的空间。所以我认为这个人有可能对于跟你的关系当下处在一个就要有更多时间去体察和觉察，他甚至怕你走的这个节奏太快，他赶不上你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看到他和你有可能有的时候灵魂或者说思考的状态，你们之间的这个连接都不在一个维度就你和他其实不是一个维度。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手妙是这样伸出来的我们这个手臂，而对方的手是从异空间从对面伸出来的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是你和对方有可能在时空交错里边握住了对方，但有可能呢在那个当下是你们最互相需求的时候。而如果 one day 一天开始你开始闪耀，你开始往前去走你的方向，做真实的自己，我认为对方对于你更多的感知会停留在过去你们最亲密接触的那个当下那我们下面通过我们的 tarot 来进行连结，看一下你在他心中的位置和看法是否有所改变。那在我们抽牌之前呢，还是给大家一个验证环节因为 Starcy 不知道刚刚传递的信息是不是有点抽象。我们来看一下你和对方的关系是如何的。我们先来进行一个验证，抽3张牌Devil 恶魔 Ace of Pentacles 金币1号的逆位。你再看一下你和对方的关系连结是怎样的当下。看一下Six of Cups 救人救人。一些朋友你们的关系还在拉扯当中个别朋友呢一个期间断联了，但是你们在彼此的心里边都是一个符号，有可能是疼痛的符号，有可能这个是一段真挚的或者说一段入骨的恋情，也有些朋友这个是你的初恋有可能是你在学生时期在人生经历当中跟你曾经经历过蛮多，回首看一看依旧这个经历是有重量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认为第一组朋友你们曾经交往过你们应该不只是停留在一个暧昧的关系，或者说如果你们停留在朋友以上又恋人未满的阶段，起码你们在彼此的人生当中是缘分颇深的占有比较重要的，比如一个时间段吧，大约比如说这几年呢，或者说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对你来说影响比较大，对他来说波及比较大的阶段，你们曾经交往过、连结过、交手过。Six of Cups 圣杯6号配金币1号的逆位，传统代表这是一个前面的恋人。那我也看到一些朋友他和你之间有点旧情难忘的意味，所以少数的朋友有可能你们还留有对方的联络方式，有可能你们心里边想到他还会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化学的反应，一定的悸动我认为对方也是一样的。也有一些朋友看到对方有可能在过去的3个月左右跟你联络过他有可能呢几步一回头，在你们真实的产生了一定的隔阂之后呢，并不想去完全的放手他希望呢你有可能继续去分享给他你的生活，或者你去提供给他一些什么他有可能也一样。那在恶魔牌配金币1号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这有可能也是一个有一些利益关系现实当中有可能有一些商业或者说工作往来的这个交集少数朋友这是一个地下恋情有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地上恋情，原因在于你们之间的感情颇为深厚，所以你们在关注和注重这个点，特别在实际现实生活里边呢，有可能让你们感受到矛盾和纠结的点会更多，你们关注的这个东西有可能会更多，有可能这个人的存在对你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他的存在有可能也会在某一个阶段呢，让你对于物质让你对于这个现实生活有一定的改观，有一定不一样的变化，所以他陪伴了你一定的成长。你们之间在过去的这个能量呢，有这个新月的符号，我们看到这个弯刀连月镰刀弯月sorry， 我们看到这个镰刀一般的弯月在天上有没有代表了其实你们是彼此心目当中的月光或者是白月光了但是有可能这一段关系它带有的并不只是治愈和陪伴、支撑、给予，也代表了我们在能量上有所消耗。所以我看到2个人进入这个感情都会动心，都会消耗，但是结果上来讲，仿佛你们都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边有很多人在这个回忆里边没有走出来，但是这个回忆是属于自己的。
如何去共情对方的回忆，有可能在对方眼中这是另外的一个版本，他的痛或他的这个泪，他的疼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认为其实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无论你或他在彼此的心里边留有重要的位置。我看到是旧恋人，你有一些朋友最近一段时间短暂的不是那么频繁的去连接过，但是呢感觉到这个温度或者说你们之间这个连接的频率没有办法提升。星座来讲，这边有摩羯座，然后有巨蟹座，然后有一些朋友水瓶配狮子啊，有这样的一些对宫星座会出现在这一组里边。好，这是这个关系的状态。那我认为在这个牌里边能够感受到，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你和他有可能有现实原因无法落定，无法 grounding 这个感情，或者没有办法给对方承诺啊。有少数朋友呢，他有可能生活在他的生活区域里边，而你也有你要去就是承接或者你要去负责的部分，所以你们之间有可能有一些鸿沟。在他的眼中，你如此的闪亮啊，你像是明日之星，或你像是星星一样啊，你像是superstar 巨星一样，所以有可能他会认为在现实里边你和他有差异。那我们看一下你在他心中的位置、想法是否有所改变啊？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他的想法是什么？未来的发展又是什么？ Ten of Swords， 我们首先看到这一张，我们遮挡一下。宝剑10号的逆位，这边出现了力量牌，The Hierophant 教皇牌的正位。看一下他怎么想的。好 ，Prince of Pentacles 金币的骑士逆位啊，金币王子的逆位。Eight of Swords 宝剑8号的逆位。其实他没改变太多没改变的地方还是没改变啊。就是对于过往的一些事情，我认为他心中的想法是，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没得办法，他有可能还是会一样选。比如说我选择事业，我选择听家人的安排，我选择去晋升，我选择物质的生活。那我认为这个人是有执念的啊，他的执念是他要把一切做好，而且他要是一个有权威，以及在三维事业当中有稳定的物质基础，甚至是权力的人。所以我认为他其实是内心当中非常传统的类型，所以呢，他有可能是在内在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类型。对方呢有可能从事教育类的、管理类和金融类相关的工作。我看到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挣扎，然后会有一些这个竞争和比拼啊，也有一些让他比较束手无策和无奈的部分。但是我看到他有可能当下做的还不错，以及他有可能呢正在忍住，让自己去越做越好。我认为他的心目当中呢，就是内心中的自己有一些自卑的机制，所以让他没有办法跳脱出现实，很轻易的去做一些比如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或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可以再一次做我自己，我可以做我内心小孩的事情啊。我认为他的内在有一些守旧，当然了，也有非常讲秩序，或者说他有非常传统以及非常纯正的啊，在物质观念或者价值观念当中，在人生观念当中呢比较闪烁的部分。我认为这个人的心目当中就是现实里边可以就可以，不可以的话，那我就会松开手。我做的是对的，或者说这件事情就应该这样发展。Anyways， 他心中的想法呢，有可能还固定在你们分手那个当下。我认为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无法进展之后，他有可能没有办法往前走太多步，或者他没有走出一步啊。那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这个教皇牌，它已经是好，他已经在精神的领域或者层面上是一个领军人物了，并且教皇牌呢，其实也代表了他手中握有的是这个宗教当中的权杖啊，代表了他可以拥有传递智慧通灵，那甚至呢是给予我们当下这个人类生活、人类社会很多的规则规矩，让我们可以去遵守，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和信仰模式等等这样的一个职责。就这个人物牌，为什么我们要看他呢？因为他的手有没有很妙啊？这边两个手握到一起，他有伸出一只手来，也就是说他的心目当中有可能会停留在和你可以去牵手，以及可以和你去共感的那个阶段。有时候这种牵手它是通灵来的啊，比如说我和你通过手拉手的方式能够感知到彼此的这个心轮在哪里，感知到彼此的存在是什么。所以我认为
他在潜意识里边没有放弃你，但同时我认为他的行动和他的想法是相背离的。因此呢，在金币骑士出现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沉重的盾牌，有可能他为了回忆或为了非常美好的部分想要丢掉，但是丢盔卸甲他又应该做什么呢？宝剑8号的逆位，他应该是想让自己更加的自由。我们看一下他能否啊 ？Ten of Cups。10 of Wands，Oh my God， 这么多10号牌 Temperance， 这个需要花尽他，可以说是全身的力量或一生的力量才能够跨越这个课题。我们看到3张10号牌啊，宝剑10号、圣杯10号、权杖10号，所以我认为他对于美好、纯正以及这个完美情感是有畅想、有期待，而且他理解这是什么。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种幻想，或者对于他来说是绝对梦寐以求，以及他有可能在现实世界里边并不能过度失望的东西啊。好，我们看一下啊，有没有改变方面的信息呢？ Four of Swords， Nine of Pentacles， Eight of Wands， 他是否有所改变？ Eight of Cups， The Empress in Reverse，Queen of Cups。 我认为唯一没有改变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依旧爱你，或者他对于你依旧是喜欢的和有感情的，你依旧在吸引他，就是无论多少次他回眸，或者无论多少次这个人在重新考虑跟你们的感情，考虑这个回忆，连接跟你之间这个能量，他都会再次的被你吸引，无论多少次啊。但是我认为这个人他会觉得跟你有现实的鸿沟和隔阂，就是3张8号牌出现啊，圣杯8、权杖8、宝剑8，所以他其实有可能他离你还有那么，如果要1000步两个人走到对方身边的话，我认为他离你有可能还有，大约这样不能跨越的8步左右啊，8步到10步左右，因为他走不过去了。这个是终身的，有可能是一个议题，有可能少数朋友你们当下还在这个情感的发展当中，你会觉得哇，这么遗憾吗？他难道就不能够打破他的想法？我现在还在等待。我认为其实你的存在、你的等待和你对于情感当中，有可能是闪光，有可能是温柔，有可能是给予，有可能是共情，这些所有的，不管是你的存在还是你的付出，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啊，皇后牌的逆位代表了他能够接受到的这个价值啊，对于他来讲 OK， 他需要以能够回应为一个先决条件来接受这一切，代表如果他回应不了的话，他不敢去接，他不敢去爱。如果他觉得你要的是一片丰盛，而他只能够给你这个80分呢，或者90分的爱，而不是100分呢，有这样的一个沸点，这样的一个浓度的爱，他做不来，给不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卡在金币9现实里边，我认为是他内心不够丰盛，或他这个爱的机制有一些欠缺，神圣阴性能量有一些欠缺，不管是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啊。然后紧接着我看到他在逼自己放弃，所以在某一个阶段他有一点把我的心锁起来啊，因为不够嘛，或者说因为我们两个人好像差了一点什么，我把我的心锁起来，或他有可能会误解你有可能已经 move on， 已经向前走了，亦或者是如果这个人他不读不回，跟你之间的感情卡在了某一个阶段，他也这样去想，他想的是你有可能值得更好的。他心里边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啊，因为你是星星嘛，你在他的世界里边呢配得更好的，或者说跟你在一起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一次体验。如果真正的拥有了，他有可能也会觉得这颗星星有一天会失落。因为我们这边这个 Ace of Pentacles 有没有？我们把这个牌，好，我们把这个牌拿近一点它和我们的这个 Star 是不是很像？八角星啊。所以这颗星星如果是逆位的话，代表了他把这颗星星留在了过去就是 Six of Cups 留在过去，而当下的他要成为一个教皇，哪怕他内心当中没有力量，好，他要成为一个教皇。所以我认为呢，对方他的改变是变得更加的固执，但同时在内心当中这种不配得感在增强。我们低俗朋友听到之后会觉得，哇，这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说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或者说真的他内心当中没有对于这个感情真正相应的行动嘛。我们看一下未来的这个发展。首先我们第一张是正位飞出来的Prince of Swords Determination 这是决定的意思Five of Wands and the Princess of Swords
The High Priestess，The Star， 遮挡一下。如果你愿意决定的话，对方愿意。我认为他内心当中其实，有非常感性、犹疑和不确定的成分。所以在未来这个发展当中，我感觉到两个人，一个是 Six of Wands， 权杖6号，一个是 High Priestess in Reverse， 女祭司的逆位。我觉得两个人当下还在徘徊，而且你们的不管在现实里边是不是断联了，还是说你们之间已经决定了什么，我认为这个决定是一时脑热。我认为这个决定当下并不是最后的结果，所以你们之间这个缘分和连结还在继续着。看起来好像你们当下都在好像一个人沉思啊，一个人静静的去想啊。国王牌的逆位，圣杯4号，这个关系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修复，需要放下冲突，放下两个人固定的想法和某一种争执的意气用事的元素。然后我看到这个关系也需要去放下顽固，放下坚持，两个人都要。所以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啊，我认为你们在真正调整和有可能是给予自己更多能量和时间之后，可以走回去跟对方连接。如果这个关系当下还在继续的话，代表各退一步啊，各退一步，这个关系好，有修复的可能性。紧接着啊，我们这个牌里边代表了，有可能在这个3到4月，少数朋友会爆发一定的争吵，你有可能会看到对方比较真实的一面，或者说让你觉得，我不喜欢的一面，原来他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原来他是这样的。其实我看到这个宇宙希望你更完整的去认知自己和对方。那我看到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并不需要过度的急。因为我看到急呢，两个人都会出错，对方也会做错，你也会想错，有可能你们会在急当中去误解对方一些什么，然后我也看到其实这个关系在未来，尤其是在当下我们已经要进入满月的时间了，在满月过后开始到今年的7月，好，很多朋友你们将去踏上一个重新修复自己，重新修复这个情感查缺补漏的旅程，这个关系有可能会更深入，尤其是到了下半年度啊，下半年度7月、9月、10月的时候，这个深入会继续。而且一些朋友，如果你们觉得在关系里边你处在一个比较被动、比较失落，或者说你必须要去尊重对方的一些想法，对方有的时候比较自我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在我们这轮满月到来之后，有可能呢，你们会更容易的去看到这个关系的真实状态，并且进入调理。我看到这种调理是我们第一组朋友，你们也需要先去改变，而不是急着跟对方先去发生怎么样的沟通，怎么样的磨合，两个人能够互相马上去改变成什么样子。他是他，而你是你。你们因为对方的存在而产生了这种火花，而产生了悸动，而不想放开双手。你们也因为对方的这个存在而产生了一定的，有可能是挫伤感，或者说一定的挫败感。因此，我看到其实首先是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关系未来是可以发展、可以深化的。但如果说断联的朋友或当下出现问题的朋友，是需要3个月左右。你们需要找回自己，你们需要去补给自己更高的能量。而这个人他没有忘记你，我看到他当下跟你是一个镜面的关系，所以你怎么想他怎么想，有可能你出什么样的言语他出什么样的言语，而我们仿佛就是在沟通上已经来到了一个有点死棋的感觉，下不去这个棋了，不知道下边该怎么做了，所以静下来，平静下来。尤其在满月的前后，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需要去重新的回归到平衡的状态，并且你们可以对这段关系有新的展望。如果你们的展望是绝望的，无疑啊，未来会往绝望的方向再发展几下，然后再进入修复。如果你的展望是并不绝望，你愿意去通过这些实相、这些真相来面对真实的自己，好，来面对你的需求，来让自己去重新闪光。好，重点就来了。那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可以通过你的闪光去照耀他，让他放下他的盾牌，让他放下他旧有的坚持。我认为你们之间的关系现在有点像在迷宫里边彼此寻找，但是两个人都到了一个卡点上，而且我看到对方呢，他有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爱崩溃，有可能他这段关系会激起他的情绪化和一些深层的自我否定，比如说我就是不配被爱，或者说我就是在某一些时候容易被对方打枪，或者说我们两个人在某一些这个固定的需求上
两个人是矛盾的，我想要的东西你不想给，我不想要的东西你偏偏在坚持，会有这样的一些很弯绕的东西。有各位朋友，我认为对方他像是你的正缘，但是你们之间这个感情需要久长的时间啊，非常耐人寻味的啊，来进行这个相互的成长。所以当你们进入了亲密关系，也不代表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因为你们之间有诸多差异。但还有一点就是你们之间的依赖、信任度和这个有可能是业力缘分啊，业缘的连接非常的深沉。所以我们第一张出现恶魔牌，代表了你们对于彼此都有一个强烈的执念和吸引力，不是那么容易放下，除非你们当中的一方非常坚定啊，坚定到愿意去放弃他过去对于情感、对于这个三维世界的信仰，去追求他的信仰，要坚定到那种程度啊。所以我们这个话说回来，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重新夯实我认为对方也有这样的这个进取心和行动力。在什么时候呢？第一组朋友慢一点，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4个月，这个事情会悄然的发生变化，而这个人也会改变态度，重新积极起来。有可能他过去做的事情，他会对你 say sorry， 或者说他会改变他的想法。但是这是一个有点长的棋局。如果一些朋友短暂的断联、分手和不能见面，我认为这个人会想来到你的世界跟你见面。有少数朋友，如果你们是异地呀，你们两个人有可能有各自的事情要去忙碌啊，在未来的4个月当中，有可能对方他会主动和直接的去提出这个邀约和邀请，或者说对你去展现他自己。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些变化，我希望你看到，有可能在社群媒体上，有可能在 SNS 上，他也会有一定的这种活跃，这个人会变得活跃起来并且我看到他会稍微的改变一下他的主意。当然我看到当下在这个逆行的阶段行星逆行阶段，他的物质值或者说他有点偏执这个值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 Nine of Swords, the Tower, Ace of Cups。 不要担心第一排朋友，为了你的感情和你的身心健康都不需要你过度的担心，你需要让自己好眠，好好睡一下。这边呢 Nine of Swords 代表是 fear， 你需要排除你的恐惧。就像一开始你可以无条件的给，你可以无条件的爱一样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你拥有的太多，你非常的丰盛。而塔牌代表了我们这个恐惧给我们阵阵的轰鸣，让我们总是遇见和看到最可怕的结果。其实在这个背后，你需要首先给予自己无条件的爱，你需要无条件的去信任爱这个东西，它不会是伤害性质那么强的。什么让我们感受到伤害？我认为还是一样灵魂深处的小我，它坚固的妄想带来的重重恐惧，带来的重重的思维的矩阵。比如说我是这样的话，他就会那样，他就会来伤害我，等等等等。其实你们之间从来都不需要相互伤害。那我认为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之间其实会有一种相互非常强的共感能力，所以有可能在过去一阵子甚至断联蛮久的朋友，在未来的我看到是夏天北半球的夏天，也就是说7月前后会有复联的可能性。而且我认为这个人的改观非常的大。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你要让自己无条件的去闪光，闪光的时候你看到的是爱，你做的事情是为了爱，也是为了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爱。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让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可以去做一些重新连接这个三维世界，连接自然的事情，你可以重新在内在看到你的内在小孩，并且宠爱他，等等等等。我们第一组牌朋友最近有点神经衰弱，或者说睡眠不良好，有可能最近呢也会觉得蛮有点火气或者说你们会觉得有一种必须要背水一战你要在这个时候必须闪光。而这个时候的你在阳性层面上来讲，有可能事业上有可能是在我们的个人发展上非常努力，但是其实这个里边是有恐惧的应激反应的，因为你必须要让自己闪光才能够去抵抗。比如说长夜漫漫，有很多悲伤袭来，有很多情绪袭来第一组朋友没有关系对于你来讲一切是安全的，只要你的意识是安全的。那宇宙呢会给你很多的美好的机会和美好的一些瞬间，让你可以去重新记忆起来你灵魂带给你的爱和美是什么。那塔牌其实也代表了
顿悟啊，或者说突如其来的一种灵性的感应和感知。因为这个塔牌当中，它其实像是一个雷达，而不是说一个摧毁性和毁灭性的场景。因为我们塔好好的矗立在这里，我们有雷电发生，所以在未来这个阶段，有可能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也会突如其来的有灵感有可能突如其来有一些感受去解决这个感情或看待这个感情。我认为这个人在你内心当中，这个人啊，他的变化是慢的，但是说实话，我认为这个人他内心里边在朝着你的方向慢慢移动，这是一种吸引力的作用。但如何让他去改变他旧有的想法，这个是他的智慧如何被点醒，这是他个人的旅程和课题。而我们在这个课题当中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要看到你的完整性在哪里。好，你的闪光是全面的，而不是一半的。还有就是闪光是你的本能，所以你们并不需要过度的发力和发电，就可以拥有和做到你想要的一切了。而爱情从来是吸引，不需要去追逐，所以你们通过闪光去吸引爱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第一组朋友，你在被爱啊，我认为如果在这个爱情里边，其实你是被爱的。有可能第一组朋友会觉得我是一个付出方，甚至我好像是一个 cheater， 我是一个追逐方。但是我觉得对方有可能在你的面前更多的是隐藏了他在情感里边的，比如说心轮的不调和、无能为力、爱无能，或者说有的时候是自卑所影响到他在情感当中一些不良好的处理。当然有些朋友，如果你们在这个比如说物质上，你们在就生活照管、事业照管上给出的是非常多非常多，也会让对方下意识的把你当成一个可依赖的对象，那这个关系呢会进一步的失衡，无疑对方的成长的这个阶段会变得更长。所以呢，我看到第一组朋友，你们也要适时的脱手和放手，让他去经历他应该经历的，他会在对的时间去理解和体悟你给予他的东西意味着什么，代表了什么，这一份爱是什么。我认为这一份爱不沉重，而真正沉重的这个部分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达到发光的状态，你永远都是发光的。我认为这一个自我蜕变和自我擦亮，然后自我推举的过程，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才是有一点点难度啊，但我认为其实它的可实现性是非常大的，代表的虽然难，但是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好吗？第一组的朋友，爱就在你的周边。也有些朋友，如果你已经离开这段感情了，你将会有 new love， 你将会有新的爱出现啊。我看到是未来半年。也有些朋友，我看到你要离开对于爱的恐惧，一个完整的安全的爱才会来到你的世界当中。好，祝福大家。好，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建议和指引。我们抽了一张 Oracle， 我们看到是7号啊，是一套法语的神谕卡。那我们翻译过来是 Open Mind， 好吗 ？Open Mind 就是打开我们的心扉和心房，我们甚至都不设防，我们就是把一扇窗打开之后，随着它的能量和这个有可能是随着光的爆发去进行感知。去体验它。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光的世界在未来的3到4个月正在向你投射来光芒，正在吸引你去打开新的窗，打开新的门。你有没有装点好自己？你有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比如说花海呀，迎接这个光芒的四射，然后迎接新世界的到来，新空气的到来，你的世界将会变得所有的元素都会变得不一样，因为他们在重新组合。所以我认为在旧有的空间，它有可能还沉浸在旧有的一些元素里边，而你的世界要迎来新的。好，甚至你的光芒，好，金色的光芒现在在照耀你的世界，有可能是5维度的，我们这边是金星的光芒金色的疗愈的光芒等等。我们第一组朋友准备好了吗？我觉得其实沉浸在这个感情里边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对方沉浸式但是我们在这边，你永远是星星，你致力于创造新的。然后这边17号配7号，所以我们在灵性上的觉醒和提升，注定了有可能我们会用新的方式去创造和建造我们的感情。而在跟对方的感情里边也是一样的，你们的感情一定要有一些重组新的元素。所以宇宙在提醒我们去 open mind， 打开你的心扉，打开你的心房，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我们3维世界的挑战，面对这个感情，面对对方的固执或对方的一些有可能是自我有可能是小我，有可能是有一点点的固步自封，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是自由的，因为你无限的自由，因为你无限的可以去打开你的空间，因为你称之为你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热爱这个世界，去得到爱，去体验爱。好，所以你的这双手当下
不是紧握对方，而是要打开你的新的窗和新的大门，去闪光嘛。第一副组牌的朋友，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同样你也可以去接收到爱的信号和洗礼，只是有可能你的方法已经不再一样了，你不再去 hold 住什么，而是无条件的开始信任和体验，这就是圣杯一的一个意味。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在未来这个阶段呢，开心、平安和幸福。那我认为你心中所想这个对象呢，好的就是他没有忘记你，他一定在想着你，但是有可能当下他还有一些固执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在这边呢，是首先让我们金光闪闪，也首先让我们当下呢有机会去迈得一步。我认为这个行动对方是会做出来和跟上的，所以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未必你们要做什么，而最重要的是你们在想什么。好，最重要的是你们在感受什么，你们在追求什么。这是心法啊，这个能量其实是对于你们来讲，从卡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也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在未来这个阶段可以更快速的闪烁出属于你们的光芒，会让你们的光芒更加的明亮，甚至可以去照耀你周围的世界。好，那在未来这个阶段，我看到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心中的阴霾也即将散去啊，有可能这个更高维度的爱的能量将会替代一些旧有的慢的负能量或情感当中一些消耗的元素。祝福大家在情感当中也是美满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接，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我们的一颗白色水晶针的朋友们，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起来分析的主题呢，是关于心中的他，你在他心中的位置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呢？那未来的发展和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好，希望可以通过我们今日的读牌帮助到前来第二组的朋友们。我们把神谕卡都放在了桌面啊。首先我们一起来通过神谕卡来看一下第二组的朋友，那在对方的心目当中，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而且你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印象。我们再通过2张神谕卡看一下过去以及现在有什么样的对比。那我们读完神谕卡之后，也会通过塔罗牌来看一下具体的讯息是什么，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好，那第二组我们来看一下对应一颗白色水晶针。好，我们看到是34号。这是一套法语的神谕卡，我们翻译过来呢是伤口的意味啊，伤口。伤口啊。好，那这张牌呢，在之前我们的蛮久远以前的这个大众占卜当中，我们曾经遇见过。你和对方是彼此的镜子啊，然后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一些关系是这个 twin flame 的关系啊，双生火焰的关系。所以在你和对方的身上呢，你们会共享一个伤口，或者说你碎裂的地方也是他看到你的地方。这个牌里边我们看到2个人物啊，长相非常的相似，然后神态非常相似，但是在脸部线条上呈现了一阴一阳。所以很多朋友看到，其实你们有可能有点这个夫妻脸，或长得蛮像的，以及有可能你们有相同的一些爱好，有可能你们在谈话之间就有一种你说了上半句，我可以接到下半句那种心电感应的感觉。这个人和你啊共享伤口，代表了你们在前世与今生的经历相似重合，或者说你们曾经经历过很多。那我看到呢，他和你之间是一个更多朋友有 twin flame 的关系出现，他印证了你伤口的存在。就这个人的完整的地方是你的伤口，而有可能他有伤口的地方是你的完整，代表了阴阳的一个原理啊，和我们这个关系界定的看法。如果你和对方是 twin flame 的话，你们就像是太极的黑点和圆点一样，你有的对方没有，而对方没有的你全都拥有，你们是正好相对的，而且是相等的2个能量的个体。而且在对方的身上你会看到自己你也会看到自己的黑暗面，你也会看到自己的光亮面，有可能也会成就我们对于自我的突破，有可能会成就我们这个个人意识的觉醒，灵魂的觉醒。我们在这张牌上还看到什么？好，这个牌当中有一个人物，他有伤口碎裂掉了，还有就是身上有可能还有一些灰尘。另外一个呢，看起来非常的光洁，非常的闪亮，然后看起来2个人在相互的依偎，去好像在为了某一个事情，或者说某一个这个伤口组成的部分来进行着共感，有可能在进行着疗愈，有可能在进行着信息的传递和连接。所以第二组的朋友，你身上有非常特殊的地方吸引他。我认为你身上吸引他的这个点并不一定在于比如说我们在最初遇见的时候，这个外貌这个气质或2个人之间这个状态是如何的，只是你是你，你是你，所以你吸引他，你跟他不同，所以你吸引他，你跟他有时候又是那么的相同，所以你吸引了他。
你们在一起像是照镜子，所以很多时候你们会有一些镜面的关系。那这个镜面关系呢，我们解释来看就是它会映衬到你的优点和缺点，你光亮的面和黑暗的面，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的莉莉丝啊，或者说我们沉痛的面会被照到。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在对方的心里边，你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他，或者说你也用他的方式在生活，所以你的存在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的自我的具象化，就是如果你是另外的一个人，或者你是他的感情对象，你存在在这个世界，你的经历其实从侧面来讲也是他经历的一部分，因为你们能量在发生连结和共振。少数的朋友他看过你曾经受伤的时候，他知道你受过什么样的伤，他曾经想要陪伴过你。我认为他不是制造这个伤口的人，这个伤口好像是宿命的、与生俱来的，或者是你的课程，你破茧成蝶的某一个阶段啊。但是我看到在对方的眼中，他愿意去陪伴你，他有可能愿意把你的伤口，承接过来，当做是自己的，有可能他想要去疗愈你，所以我看到这个关系里边其实有非常深层的依赖和非常深层的这种救赎的元素啊。当然，跟我们第一组的这种依赖和救赎又不太一样。这个依赖和救赎的味道其实更像是非常惺惺相惜，以及你们有业缘感应。这个感应基本上来自于你和他有可能是同样的灵魂，爆发出一阴一阳啊，然后变成了当下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推论，有一些朋友你们的关系是 Twin Flame 的关系。当然，我们去如何界定这个关系啊？不管是 Twin Flame 也好，还是我们的灵魂伴侣也罢，其实这样的关系基本上都是在帮助我们进行灵魂的这个维度的提升、意识的提升和打开。所以我们不能过度着于情爱之相，如果着于情爱之相，我们会变得越发的痛苦和泥泞。但是其实在这个爱情的体验当中，我们可以用任何一个方式去体验和感受它。你完全可以爱他，你完全可以承认你在爱着他，你也可以承认在这个关系里边你们是彼此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相信他心目当中你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有可能你的位置就是他自己，好吗？这是我们在第二组当中看到的这个讯息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变化在哪里呢？过去式我们看的是，好，这边我们抽到的是 The Judge。我们看到的信息是法官啊，或者说裁判者。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权威的手势以及承接的手势，或者说一个是被审判者，一个是审判人啊，一个在用光的方式或者传递的一些信息和规则，或他是高光的存在，他在观察这个世界的事物。另外一个呢，有可能面临着生死大事。所以首先第一副组牌朋友出现这张牌其实非常有趣，我认为有可能第二组朋友啊，你们有可能你们的身上有宗教信仰，或者说有不一样的宗教信仰，甚至有可能它的存在或它的出现点醒你的宗教信仰，或者你对于某一些事情的内在恐惧以及内在的依赖，好吗？是宗教也可以，是一些事情也可以，是前世今生的感知也罢，它会让你在当下这个层面好像看到了某一个前世今生的部分。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会打通你的第三眼和感知的这个部分啊，让你去更多的进行觉察。第二点，这张牌既像我们在塔罗牌当中的 Judgment， 我们说真正的审判啊，末日的审判也好，还是说灵魂我们最后的这个清理啊决断，它也很像是死神牌，很像是 The Death。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死神的符号，代表了他的出现啊，或者你的出现在彼此的世界里边是非常至关重要的。而这里边正好有两个人物在相对，有没有？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对的能量代表了你们之间其实是有一种从属关系的，有一方要决定这个关系，有一方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是非常被动的，而你们之间呢有可能并驾齐驱，相互偶尔会反过来。我们在感情里面有可能之前会说一个是 chaser， 一个是 runner， 一个在追，一个在逃追逃关系，或者我们有可能会说一个在感应，一个有可能在做阳性层面的工作，在行动，在强势，在纠结，在照顾，好吗？所以整个你和他的能量首先是有一种阴阳互相平衡的状态，代表了你们两个的能量组合在一起是一个圆形。第二点就是我看到你们之间还是会有一些跟前世今生相勾连的这样的一个灵性震动的这样的一些符号或者这样的一些经历。所以在过去式当中呢，他会觉得你的出现至关重要，你的出现要不然就是评定了他或者某一个他的阶段的划分点，比如说在你出现的时候他的
比如说青涩的时间结束了，他要进入一个社会人的阶段，你的出现有可能是他孩童时间的结束，你是他的初恋，你成为了他人生中某一个阶段的向导或者说见证人，或者说你的出现这个阶段陪他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是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符号。因此我看到还是一样，第二组的朋友，你和对方的这个关系相爱又相杀，还有就是彼此非常的需求，还有就我看到是有的时候你们会给对方去施加一些手法和手腕，会让对方必须被 push 到被觉醒起来。我看到这既是主动的也是无觉知的，有可能是你的性格和对方在当下必须要迈那个关口，迈那个课题，所以你们好像又成为了这样的一些剧情的编演者，或者说剧情的这个演绎人员等等都没有关系。那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你和对方之间的关系在对方的心目当中，如果是过去式的话，你的存在、你的到来、你的离开都至关重要，见证了他一个历史，见证了他一个人生阶段，而且你给他留下的是重要的符号，在灵魂上的，在精神上的，在他个人体验上的符号。你有少的朋友，有可能你主动离开了他，所以他心里边其实我认为他在观察你，他有可能会觉得他用一生的时间会去观察这个感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种变态狂的追踪它也不像是一种执念，这是一种习惯。然后我看到这个人其实还是想在你的身边去得到跟你连接相关的能量，这个符号其实它会很像是一个无限的符号，而且它在不同的界面和维度里边展开的。所以呢，在这张牌出现的时候，也代表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和他有很多的灵魂上的不同维度的瓜葛和渊源，所以牵连是比较深的他也是知道这一点的。那我们看一下当下这个变化怎么样。 Oh my god， 我们看的是 synchronicity 同步性。我们这边看到这是怎么样？这是4只蛇吗？就是4条这边有花蛇，然后是白色，然后这边呢白色花色，它其实就像是一个这个无限符号，它像是一个宇宙的波流。那我们看到蛇呢，基本上是带有灵性的启迪也代表了我们在这个 DNA 的链条里边，我们这个链条的发展，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听起来神乎其神，非常玄幻的。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我们在觉醒的是我们的第3眼，很像是权势之眼所以它和你在互相同步，彼此的能量进行着一个高维的觉醒。所以不管你们在3维世界怎么样，一些朋友你们在断联期，你们在断裂期，你们有可能不会再继续在一起，或者你们对于彼此的存在像是伤口一般的存在，它的出现让你疼痛，有可能你们之间会有一些疼痛的过往听起来有点像是那种青春疼痛文学但是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无病呻吟的感觉，这个一定是当中有过剧情的，而且它会不断的升华，不断的深化，不断的随着灵魂的成长，你们在进行一种同步。所以我认为你们之间这个阴阳能量非常的强，所以第2组朋友基本上 Twin Flame 这个关系我感觉还是可以比较大胆的或者比较笃定来进行一个评定的然后你们在找什么？我认为你们会同样经历一些潜一生潜意识的东西有可能这些循环业力的往复会差不多，但是经历过这些之后，我认为你们会进入一个高频率同化。这个同步性呢，代表了有可能你们在同步你们的阿卡西，有可能你们在同步你们互相灵性的频率和状态，但是呢，这个并不一定代表它和你的想法是相同的，代表的是你们当下的体验和这个浓度或者说你们这个灵魂的波动和频率是相吻合的，能够去互相接得上。我们可以把彼此当成是你们是 masterpiece 你们是宇宙的大师级作品，那你们是彼此碎裂的这一片，你们是彼此的这个碎片，但同时呢，你们拼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并不代表了你们一定要双宿双栖，这个故事才是完美的结局。有可能在灵性和灵魂上，真正这个体验才是你们的灵魂想要的。看起来有点残忍，但是我们讲为什么悲剧会让我们铭记在心因为它有把美好破坏开来给你看的这种残忍的美。那我觉得第2组朋友这边多少会有这么一点哥特的美会有一点碎裂的美，但是其实我看到这个里边的完整性也是非常高的，完整性也代表了你们在灵魂上灵魂升级这个维度或者说维度在破开在不断打开的时候，你们的这个完备性在哪里？当你们的灵魂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东西是碎裂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丢弃的，没有任何所谓的成住坏空生老病死，你们将会合为一个合为像钻石一般的一体。所以我看到
啊，哪怕我们现在讲的天花乱坠，一些朋友会说，我现在我和他当下什么都没有，或者说分离了，或者说这个关系进行不下去。在这里 Starcy 要跟我们第二副组爱朋友讲啊，遇见他代表了我们的灵魂已经遇见机会去觉醒了，所以恭喜你以及恭喜你们，哪怕当下是最难的一个情感的，有可能是破关的阶段，或那个痛已经过去了，我们有可能当下还在这个不知不觉同步当中，但是还是恭喜你们。感恩这个相遇，也感谢这个相遇，因为这一切啊来的恰到好处，这一切呢也会让对方觉得，能让他呢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铭心彻骨的发生某一种终极的变化。这种同步性呢，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所以我认为他能够感知到你的感知，他能够知道你的状态，他能够理解你的状态，但是你们之间有的时候是隔了一层维度的，所以有可能在他有一些快的节奏和频率的时候，你是慢的；当你慢下来的时候，他是快的啊，你们之间好像有点时差呀等等，所以现在好像会在一个继续相互追逐或者是剧情的后半段。我看到这个关系如果在同步当中的话，它也代表了一个状态所以这个状态当下是同步状态，不是同步完，而是同步状态，同步中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当下对于你的想法，如果说有没有改变，说实话，我认为从之前到当下，这个改变其实是差异不大，就你的存在还是一样，始终能够去震荡到他，能够让他共感和共情到，然后你的出现对他来说也是至关生死的但是呢，在现在这个阶段，有可能他更安于这种synchronize他更安于你和他同步，他有可能觉得这个状态是安全的，有可能你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你们之间这个撞击呢，偶尔不会发生，有可能你们会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一个感觉里边，其实你们在同步啊。我讲的比较简单，就是这个人在内心层次上对我们有所改变，我认为你的重要性没有改变啊，那你对于他的这个意义在不断加深啊。好，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Tarot 塔罗牌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先做一个验证啊，先看一下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一个参照，看一下是否可以进入我们之后的读牌。Five of Wands in reverse, Six of Pentacles, The World 世界牌的逆位，权杖四的逆位。好，我们把卡牌遮挡一下。这两张牌一起飞出来，所以说我们这个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我认为你们在相遇的时候呢，一定有一个人是给予的非常多的，而且有可能是雪中送炭，或者说是非常慷慨以及非常懂爱的人在这一组里边。但是我看到这个机制是始终是一个人在付出，一个人在接受，而且你们之间仿佛有很多意识上的不同，就可能是意识形态，或他和你的价值观念，他和你的人生追求，乃至于有可能他和你背后的种族文化呀、年龄条件都不大一样。因为权杖五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我们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立场或者不同想法的人在争夺。如果是逆位的话，我感觉到其实你们在追求一种表面的合作和和平，以及这个供需的平衡。我看到还是一样啊，有可能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非常懂得怎么给他，或者非常懂得在某一些时候你们怎么样一起去共赢，你们怎么样一起去就仿佛确立一个同样的目标，追求什么，其实在内在里边你们始终是阴阴阳的，所以你们的想法不一样。这个主牌里边我们也有一个手在承接。那其实在传统金币六号牌当中，我们会看到两个比较贫穷的人有可能在伸手去接，然后我们这边会有这个有可能是审判者，有可能他是慈善家等等在给，那所以我们这个手翻过来没有在给，好吗？差不多的手势啊。所以在这个牌里边能够感受到你是对方非常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一个，有可能是投资人，有可能是爱的承接者，有可能是爱的雷达和发电机。总之在过去在你的身上得到了很多，我认为这个不一定是现实利益上的，有可能是在精神成长上，在爱的成长上。不过我觉得世界牌的逆位代表了你们想回归到各自的世界，所以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这个关系的平衡度我们这个天平有点失衡的时候，你回归到了你的世界，或者说这个关系的一方，对方回归到他的世界。我看到你们在彼此的心里边留下了就是一个痕迹，或者是这样有一个位置是给他的，有一个位置是给他，但是空起来了，
有可能在他之后，你也可以去遇见一些新的人，但是总有这样的一个位置空给他，他也有这样的一个位置空给你。有少的朋友，这个是婚姻关系的结束，比如说我们权杖4号代表了这个关系不再稳定，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朋友是离开婚姻或者离开一个固定的伴侣等等。出现权杖4号也代表了这是一个 twin flame 的关系，所以你们曾经拥有非常看起来是稳定啊，看起来是有地基的一些往来和交涉，但其实呢，你们的关系并没有发达或者说发展到非常深层那个阶段。这个深层次是在你们心灵的需求上，或者在灵性的这个共感上层次很深，但是在现实当中，你们这个关系有可能因为现实的一些阻隔和阻碍，以及你有可能给累了，或你们对方给累了等等，深入不下去。所以我看到这个感情就发展到什么时候？发展到5号牌到6号牌嘛，我们看到4号、5号、6号牌发展到一半，有一种中途半端啊，求得汉把戛然而止的那种感觉。或者说半途而弃、半途而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看起来也是未完待续的。它好像有一个结局，又好像没有，又好像是有一个开放式的，比如发展前景啊。但是当下我感觉到你们之间会有非常波动的元素，让两个人好像都没有特别稳定，能够去面对这个感情。有些朋友你们会和对方讨价还价，或者说你们会想和对方去聊一下，为什么我要给予这么多？为什么你在那个时候在不停的跟我去要？然后你们有可能希望把一些事情尘归尘、土归土的讲清楚，而对于对方来讲，这是一个审判；对于对方来讲，这是一个，有可能是让他感觉到伤口的事情，感觉到伤心的事情，感觉到心寒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你们之间的连结，并不因为所谓的利益和所谓的多与少等等会断掉，你们之间的关系来自于高度的同步性。讲起这个同步性，我看到它算是一种灵魂的成长吧。无论你和他在哪个维度，比如说你和他在下意识不在一个道了，或者你们不在一个星球了，你们不在一个维度了，这个同步性依旧发生。所以我看到啊，为什么我们的相遇不容易？因为你和他是彼此连在一起的重要的一部分。有可能你们是我们说 twin flame 和双生子的关系啊，因为你们是一对嘛。所以当下这个状态是我们第2组的朋友有可能是有点无奈面对，或者不想去面对，或者说我们如果想要在实际当中理出一个头绪，我们会觉得这个关系没结果，不想有头绪，非常累，非常辛苦，或者说非常让你感受到消耗，体能上的、情绪上的、智慧上的一种消耗啊。好，消耗其实是为了新一轮的增长，所以没有关系。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边我们出现一张 Justice 的逆位，有些朋友这是个地下恋情，或者说你们之间有可能不能受世俗的接受，或者说你们的家庭，或者说你们的状态等等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有些朋友这个是代表了你们在分手，你有可能在离开这段关系，或者说离开一个契约型的关系。好，下面看一下你在他心中的位置是否有变化啊？是否有所改变呢？我们把卡牌整理一下。看一下在想法上。OK，Three of Pentacles, Death in reverse, Five of Cups, Knight of Wands, Queen of Cups。我听到了他内心的声音啊。我们这边要看到死神牌，就对方对我们第2组牌朋友是高度依赖的，他会觉得以前什么事情我都想知无不言，什么都想跟你说，因为想要去构画一个同样的未来。但是当他已经空了一段，或这个关系好像在某一个阶段变成了有隔阂，然后有距离或相互冷漠，他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孤独，因为这个世界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够真正懂得他。他看似把自己的世界经营得非常热闹，其实更多的社交都是一种逢场作戏，或者说是他的一种本能的想要跟这个世界 grounding 和连接的需求罢了。我认为他的内心非常孤独，就是没有你的话。当下这个阶段呢，他的变化就是他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积极，来掩盖他的情绪化，但是情绪化会愈加的明显，而且有的时候当他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正确的还是对的。那我们第2组朋友有可能你会觉得对方蛮独立啊，或者说我是那个不独立的人，我会觉得没有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等等等等，或者说我不知道他对于未来的打算里边有没有我。我看到对方其实他在表现一种坚强，
他在表现我都可以做到，我都可以去积极，他有可能在就是热闹的时候啊，人多的时候，或他的家人友人的面前表达自己对于人生很有追求的一个状态。其实呢，这个是虚假的啊，因为我觉得对方他当下其实会有一种空耗的感觉，内在有一点空，这个空的位置应该是你，没错了。所以我认为，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存在，哪怕在你存在的时候，你会觉得对方没有给你什么，或者说没有跟你去共情到什么，或者说两个人好像没有真正的去粘合或达成一个什么，但是没有你，有可能他才会觉得这个缺憾真正的出现了。紧接着，我觉得他会感觉到自己没有办法被爱，对，他有一种缺爱的感觉。当然，有可能他的世界是热闹的，是我看到他有可能会尽力的让自己积极和忙起来，但是他会觉得缺少一种爱，一种深刻到骨髓和心灵没有条件的爱，或者超越灵魂的爱。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他觉得，如果你真的离开他，或者说你跟他有一段距离，他会想让自己在面子上表现的一定是脱胎换骨的，但我觉得他没有做到啊，就是有面子工程，但是在理智上没有做好。看一下啊，他对于您的这个想法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Two of Pentacles, Knight of Pentacles。 看一下，这个卡牌的颜色很艳丽啊。好， Ten of Pentacles, Temperance 节制牌的正位， Chariot 这个战车牌的逆位。他对你的想法改变了，过去他认为有可能两个人就是一起慢慢的走，或者随着他的脚步就可以了。现在他知道了你坚定的想要什么，他认为你非常值得在感情当中，在生活当中一个稳定的、美好的、安全的 offer， 你值得被疗愈，你值得被照顾，你值得就是家人呐、友人呐、团聚一体啊，花好月圆。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美好东西你是值得的。他能否给呢？他认为自己给不了，或者说当下他给不到。战车牌的逆位代表了他对于你的想法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有一些颠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他对于你这种依赖不太容易戒除。所以我们在第二组当中，我认为这个人他的主要想法是换汤不换药的，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如果说他是否愿意更进一步，我认为他愿意，或者说他愿不愿意去修复啊，在失去的时候想要去挽回感情，我觉得他愿意，他也想。但是在行动上来说，他会认为自己有非常就有非常劣势的部分吧，就是有可能是现实条件，有可能是金钱，有可能是健康，有可能是时间的分配，或者是他现在的这个成长阶段，比如事业在发育啊，他想要去有更好的这种社会名誉啊，他想要追求一些什么。所以我认为金币骑士的逆位代表了他现在在去努力的去赶上或超越一些什么，达到某一个成绩啊，他才愿意出现来见你，好像有这样的一种赌气的想法。我认为他对你的观感始终没有很大的变化，原因在于你在他心目当中永远都是那个特别的。我们第二组牌朋友不需要在对方心里边追求完美，因为你的存在超越于完美，是一种高频率的疗愈的，以及能够跟他高度连接的一个存在。但是我认为他觉得你好像在跟他走一个不一样的路，或者说你是否愿意等我呢？如果你不等我的话，你是否会走向一条新的路？他有这样的一些疑问。进而呢，有一些朋友，我认为对方把你视为了可以就是可以去停留的最后的港湾，他希望跟你有一个花好月圆的结局。我们看到金币石嘛，也想要和你去有未来，也想要有承诺，也想要有家庭等等，但是他会觉得自己始终会失败，因为我看到他的积极都是一阵子的，而对于他来讲，消极是永恒的。他是一个灵魂非常悲观的频率啊，有时候他的灵魂其实处在一个悲观的或者说不安全感的一个消极状态，而你的存在是能够疗愈他。所以我认为第二组朋友你们有可能有疗愈能力有可能你们在能量上超越对方很多。那对方认为呢，如果你在就好了，他总是这样去想，但是在行动上是非常自我坚持、自我矛盾的，迟迟不愿意去下一个结论，很倔强啊。我们看到很多这个
金币和火象的这个符号，权杖的符号。星座人来讲，土象星座非常的多，金牛、处女、摩羯，或者说在这个月亮啊、金星或上升上有这些符号。然后我们在这里边也能够看到有天蝎、射手和巨蟹这样的一些信息。好，有少数朋友呢有这个，就是除了射手座以外，也有牡羊座、狮子座的信号啊。星座是一个参考，我们看一下未来的发展啊。Queen of Pentacles， 金币的王后 ，Six of Cups， 圣杯的6号 ，Seven of Cups， 圣杯的7号，看一下未来的发展什么样啊。Four of Pentacles， 金币的4号 ，Seven of Swords， 宝剑7号，我们这边飞出来什么？K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的逆位或正位，这样飞出来。首先第2副牌的朋友，我认为你们是会复联的。我觉得这个人的信息和他的能量和磁场始终在你的周围围绕，所以我认为他没有走远。但有可能你们的关系现在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你们2个人都有一个保护膜，然后彼此都不关注，彼此不沟通的。我这个人对这个关系还有向往，哪怕他之前呢，我认为他有的时候忽好忽坏，做的不够。但是我们第2组的朋友，你们的关系里边起码有一个人是非常稳定的，有可能就是来看这个影片的你，有 Queen of Pentacles， 金币王后啊。也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已经稳定的。比如说稳定了你们的事业，有可能你们当下已经正在一个稳定的阶段去建造你们的生活，有可能你们在购房购车呀，或者说你们在稳定的投资。我看到其实对方呢，他和你好像，他认为在现实里面差了一点什么，这是第一点啊。第2点就是这一位 Knight of Cups，圣杯骑士，其实是情绪波动和情感弱小的象征。就有的时候在你的面前，他会变得反而更固执，更像一个小孩。无论是男生女生来到这一组，我看到你们之间这个镜面关系非常容易又变成一个有一点彼此较劲啊，彼此执着，或者说彼此想要去赢的比赛。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呢，哪怕当下这段时间没有力量，有可能他的心是在寻找某一个契机点吧，就让他去认证啊，我好像是可以再往前走一步，我可以走到你的面前，我可以跟你去沟通。我认为这个人他就是没有忘了你，他的能量在你的周围，所以他的能量不在其他的人或其他的事情身上，而且好像这个消息随时都会来，或者说我们第2组牌朋友，你去发一个消息跟对方也会好像是很快复联的样子啊。如果你在等这个人消息的话，我看到应该是在未来的2周到3周之间应该是会有消息的。The Fool， 突如其来的，或者说是你没想过的方式，你不喜欢的方式，或一些朋友已经等了蛮久了，觉得我为什么要等待？但是他呢是一个不按理出牌的人哦。我们第2组朋友，所以我认为在你们想要放弃的时候，对方是最容易行动的时候。然后大家可以会想要调整一下，我认为你们可以自由的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们才最放松，这个时候能量才会回归到你们的周围，这个时候你们才会找回你们对于自己的安全感。你们这个能量才会变得更加的就是稳固和强大，去吸引一切事情，包含你想要的事情发生。好，我认为跟他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也会有进一步的沟通合作，甚至你们还会有非常快乐的时光。看一下，如果一些朋友啊，你觉得这个人他的一些做法，他的一些态度和他的一些这种控制的行为是你不喜欢的，我们看到皇后牌和魔术师的正位，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可以明确表达。我们第2组朋友，你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没问题。你不喜欢的你可以直接表达，你喜欢的你也可以直接表达。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有可能对方呢会更加懂得用什么方式接近你，和用什么方式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加幸福，而不是相互消耗。你的意识可以决定这个关系。有少数朋友会说，我们断联很久了，这个人我只想看一看，我没有想过会去复联。在人生的拐角啊，不一定哪个拐角
不一定哪一个，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结缘了嘛，我们有触缘嘛，毕竟已经触到对方了啊，已经感受到对方了。这个同步性一直存在的情况底下，不一定哪个转角，我觉得对方会出现，或者说你会重新出现在对方的生活里边。我认为这个关系里边起码有一方是没有放弃的，而不是两方放弃，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信号。时间上来讲呢，未来2个星期，也有些朋友这个时间看起来看似漫长啊，其实你们在进行了一个深频率的同步之后，它才会有进一步的运转。所以当下有可能一些朋友是时间未到，就是这个缘还未到，或者说对方他的这个意识没有成长的这个程度。那晚一点什么时候呢？今年的10到11月，未来的大半年之后，年尾的时候，一些朋友可以感受一下你们的状态是不是不一样了。也有一些朋友呢会从侧面得到他的消息，甚至你已经脱胎换骨了，你们的关系也有了脱胎换骨的机会和可能性。我看到这个人他总在关注你啊，你在做什么，你的生活怎么样了，有什么样的进展，他好像总在关注你，所以他的能量总在你的周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然后还有一个信息就是，我认为第2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加大力度的去显化你们生命的稳定、丰盛、成功。你们可以去结缘更多的好友，更多的亲人，你可以去显化你的梦想，因为对的时间已经到来了。这一切并不是你在为谁去做，是你在做自己啊。也有些朋友看到你们将会拥有更高的丰盛度和权利。而我看到这个人呢，他处在，就是你要看到这个人他的这个灵魂状态啊，他处在一个想要自己进展啊，想要跟你一样要升，但是不自信的状态。所以在未来这半年里边呢，他有可能会有一点小成就，不过这个是努力装作积极坚强，耐着性子做出来的。我认为他会有点勉强的东西啊，在硬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大家可以去对应一下你们当下或你对于这个人的了解。我认为他基本上在The Lovers Page of Swords， 他在模仿你啊。第2组的朋友，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对方在对你进行一个模仿，所以你如果是积极的，他就会是积极的，因为这是一种同步嘛，也不能说他在模仿嘛，只能说这是一个镜面关系，这是一种同步状态。所以你们可以去做的就是保持你们的高光积极，保持你们能量的稳妥，保持你们的爱和喜悦可以被扩散，保持你们可以去利益到很多的人，就不只是他，也不只是自己。这个人既爱你又怕你，他既希望跟你去往前去走，又害怕他会掉队，或他和你的感情没有办法进一步的稳定的连接，这会变成一个从属关系。比如他依旧是那个弱势方，或者是能量的这个能量上的追逐者，有可能在现实里边他反而是一个逃避者。好，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建议和指引啊？第一个是保持丰盛，第2个指引是权杖8号、审判牌、Page of Cups， 不要过度的情绪化，尤其在最近水星逆行期间。如果你们想做什么，如果你们之间的计划是什么，不要去改变它，直接去做吧，不要怀疑自己，不要再三的犹豫，不要让情绪化和他的，我看到他能量在你周围啊，不要让他的能量反复的去干扰到你，哪怕有时候你感受到他，哪怕有时候你梦到他，你知觉到他，不要让他过度的去影响到你。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因为这个是你们之间灵魂成长的圈局，有可能是他成长的一个可以参照的，或者说可以去进行这个同步和共融的一个部分，而不能说他在借鉴你吧。还有就第2点就是我们第2组的朋友，你们在整个能量场上在变得更加的稳重，有威仪，而且呢行动上也是杀伐决断的。所以这个阶段的你们其实在放开来让自己变化。如果过去你是有伤口这一方，或者你看到了他的伤口，没有关系，伤口一定会随着时间愈合，但是伤口曾经出现也是一个既定事实，是没有办法去更改的。所以我们只是在向前看，因为这个宇宙让我们向高维度看。如果我们向高维度看的话，时间的这个轴被打破，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
就是完整的啊，然后就全部闭合的所有可能性在所有的这个时段、空间和维度里边，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就宇宙模型。那我们在这中间的一点，我们作为一颗星星也好，我们作为一个地点也罢，我们作为一个能量场也罢，一个灵魂也罢，我们可以去做什么？看到宇宙的恢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win Flame 的课题的好像是恢宏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合一的时候，这个恢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到更高的光，这个光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不意气用事，也不过度的在感情里边必须要去评判。我看到你们的伤口有可能已经愈合了，但是你们有可能没有能力再去爱，不必呢去 push 自己啊，去催促自己要怎么样去爱，要怎么样去改变。你的转运就在当下。那很多朋友在未来的半年呢，你们将会有机会去遇见爱情，遇见感情。我们这个牌飞出来啊，你看一下要飞什么？圣杯10号没有？你的家庭、你的家人、你的灵魂伴侣、灵魂家族将会聚齐在你周边，你将不再是寂寞的。所以走这个旅程呢，基本上大家也可以到了一个转角，并且如果在感情上我们遇见了一些让我们有一点犹豫不决，或者说必须要去综合来考量的事情，代表了你们必须要去先疗愈你们的伤口和心轮。不管这个伤口是你看到的还是在对方身上的，它一定间接的传递给了你。但它并不是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碎了裂了，还说你们伤了啊，是你们需要去洗净一些尘埃，你们需要去将能量场重新的净化和提升。这个是最近呢你们一定可以做到的，而且这个对的人会来到你们的身边啊。是不是他让宇宙来安排，让你们的高我来安排然后我们这边呢是 surrender， 让这个课题呢自动的化解和自动的产生学分产生礼物送给我们啊。是给第二个牌朋友的信息。看一下最后的建议和指引，我们抽了一张 Oracle， 我们看的是27号 Mirror， 所以我们的牌都是一样的，没有？我们的 Mirror 和我们的这个伤口我们的两张卡牌就是一样的信息啊，就代表了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对方和你呢是彼此的镜子。但是我们这个猫咪在镜子当中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森林之王啊！27号和34号，我们看到是7这个数字，7和9这样的数字。OK， 所以你如果认证你内心当中坚强的部分，你认证你更加伟岸、更加强烈，或者说更加有能量的这个部分，你就会成为他。还有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其实你在对方的眼中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存在，非常高光的存在。哪怕对方呢看到了你的伤口，他会认为这个是他光荣的象征，甚至这是他金光闪闪的有可能是灵雨啊，有可能是他金光闪闪的王冠等等。所以其实你的出现并不是他的伤痕，也不是他的污点，也不是他悲伤的经历，你的出现永远是他最美好的经历或者说你是他人生当中我看到是就是极致的重要至关重要的这个部分，你是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第二组朋友会说，那这样重要的人难道我们不再连接吗？难道就这样去错过吗？让事情以他的方式发生，你们才是完整的，而不是你们两个碰到一起，不断的去看到彼此身上的伤痕，或者说是王冠，然后再去产生这种震动。有可能某一个阶段你们需要各自的去完成你们的使命。还有一些朋友认为，在这个人的眼中，你是他真实的一个体现，就他有可能把自己最真实的一个部分暴露给你了所以有的时候他的想法就是我只有你了，就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想法当然了，其实这个无关爱情到底能不能够更好的坚持和继续，因为他的小我仿佛也在给他一些信号，让他逃避掉一个有可能是更加需要他去勇敢面对，或者需要他去承担，需要他去挑战的部分，因为他想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过完这条河，或者是走完这条路OK， 这就是我们当下的信息你和他是彼此的镜子，所以我们又一次印证了你们是镜面关系，或者说你们是 Twin Flame。那也有一些朋友看到，你要看到自己身上优秀的部分，你要看到你发光的部分，然后你要直视和给予自己信心，注入勇气。这样不管是你还是他，还是这个关系，都可以以更好的方式在这个宇宙当中提升和延续。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在未来这个阶段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卡牌看到这里，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和连结，希望可以传递给大家需要的能量，同时也带给大家疗愈和陪伴。然后那我们今天就一起读牌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
选到我们的第3副组牌一颗紫色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是关于心中所想的他，你在他心中的位置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未来的发展和宇宙的建议又是什么？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组的朋友们。好，我们把神谕卡放在这边啊。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第3组的朋友，你在他心中啊既定的这一个印象和位置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再从其他的2张神谕卡当中来看一下，关于过去和当下有什么样这个转化，有什么样的一些转变。等一下我们也会从这个 Tarot 塔罗牌当中寻找讯息，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连接讯息传递给第3组的朋友们。好，对于我们的一颗紫色水晶，首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中间的这张卡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先揭晓一下。37号，我们翻译过来的是狂热。这张卡牌当中呢有火的讯息，那代表了其实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整个的形象和气场上是非常吸引对方的，或者说你的外形啊、气质、长相是他的菜。这套牌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位女神比其他女神相比，她会有一个复古的风格，然后也是非常具有这种古典美和古典韵味的感觉。我们看到女神的怀中正抱一只白猫啊，白色猫咪，然后她的这个有一颗钥匙的项链正在她的这个脖颈上围绕。这相当于他的诠释和他对于一些事情的思考力、观察力和行动力。这张卡牌非常像我们在传统塔罗当中的 Queen of Wands 权杖王后牌。权杖王后的这个宝座之下有一只黑色猫咪。那我们这一副卡牌当中的热情或者说狂热啊，我们的这个王后或女神抱的是一只白色的猫咪，就代表了她通灵和感知的能力，也代表她对于这个比如说大地的生物，然后跟动物或者说跟灵魂之间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交融接洽和感官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认为其实第3组朋友，你给予对方的这个印象，首先是你应该是在生活当中拥有自己非常好的爱好和非常好这个人际交往类型，而且呢，有可能你在人群当中还是比较优越啊，或者说有可能你的长相啊，或者说一个部分的天赋和才能是比较突出的。有可能我们第3副组的朋友养宠物，对于宠物是非常爱护的。也有可能我们第3组的朋友啊，在某一个领域当中非常有造诣，而且呢是很懂得去帮助人，很懂得去理解人，也很懂得去照顾人的。这张牌呢翻译过来是狂热，代表了我们第3组的朋友，你有自己狂热的爱好和兴趣，你有自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和进入的你的那个维度和范畴。所以在对方的印象和心目当中呢，有可能你会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和你的一些安排和打算放在第一位，而且你是一个当仁不让的角色。他会觉得你有可能是他的天菜，或者说是这种如果能够出现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那太好了。有可能是主人翁或女主人翁已经降临啊，或者说我们男主角女主角已经降临的感觉。那我认为这个人有可能对于你是一见钟情的，或者说第一眼就是看到了好像自己身上需要的和喜欢的这个能量或这个东西在你的身上。也有些朋友你的身上有解答他固定问题的钥匙，比如说你可以观察得了他，你可以理解得了他，你知道他需要什么。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有一些年龄的差距，那在你们的人生或者说体验的领域有可能有很多不一样和不相交互的地方，但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层面会让他觉得你具有神秘力和吸引力。那也看到我们第3副组牌朋友其实非常聪明的，有一种冰雪聪明或洞察事物、洞察万物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和特色，所以也会让对方呢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神秘感的或有距离感的一种沉迷。那我认为其实第3组的朋友，你在他心目当中首先在形象分和印象上就有一个很高的分数，不过呢也确实有这么一点点的不好掌控。那我认为这种不好掌控不像是距离感，对于这种火能量的卡牌，有可能对方更想去接近你，更想去拉近跟你的关系从这张卡牌里边能够感受到对方希望成为你关注的那一个人，对方希望在你心中可以占有一定的位置。而且我看到他心中的您，就是一旦你去喜欢一件事情和一个人，你会 all in， 就是你会全部都投入，你会去给出很大的关注和热情，他想要变成那一个你偏爱的、你宠爱的对象。好，这个是看到他心目当中呢，就是对于我们这边的想法、感受和既定的印象。我们把卡牌放在这里啊，这张卡牌是一个人物的绘图感觉我们放在这边。好，我们不让这个画面显得
太突兀啊，或太奇怪啊。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你在他心中的位置。好，我们看到的是，好 ，the sustainer， 维持者。我们看到这一双手正在捏泥土啊，把它捏成一个圆圆的球，有一点那个女娲捏泥人啊，女娲补天的感觉。所以，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有一双灵巧的双手。或者说你在某一个专业、某一个技巧方面做得非常的不错，而且你有可能是一个维护者和调停者，有可能你可以去维护不管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的一种稳定，而且他认为你的这个智慧以及这个双手啊，或者说你的这个某一方面的技能，让他呢感觉到你是很有光环的人啊，你是一个很有力量感的人，你是一个很会维持平衡的人。第三副组牌朋友有可能蛮喜欢去照料宠物啊，做一些家务，或者说你做菜蛮好吃的，或者说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蛮可爱的，蛮认真的，他喜欢你的这一面，所以有可能他看到的是你啊，相当智慧，然后有可能是贤良淑德，或者说作为一个男生的话，他有可能看到的是你非常心灵手巧啊，然后有可能非常具有灵动的、流动的智慧的这一面。那在这个人的心中呢，有可能有你在的地方，磁场和氛围会变得更好。有可能你的存在或你的一些，比如说出手相助啊之类的，会帮助到他。他看到的是你啊内心的美啊，在你的外表的美以外，还看到你内心的美丽。那我还认为在这张牌当中，他看到你在不断的去追求着或者重塑着你的个人的形象，然后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你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呢会把每件事情和甚至自己都照管得很好的人。他觉得你会有一定的完美主义倾向，并且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有可能你对于一些事物啊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掌控欲，因此他会觉得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散发一些很认真的光芒，这个是好的一面啊。这个是他对于你之前的这个印象和看法，然后他会觉得你有可能啊对待某一些事情是执着、专注和狂热的，但是没有关系，这个有可能是你的个人专长，这有可能是你的个人专业，这有可能是你在生活当中最喜爱的一面啊，他有啊就真正的看到眼里或记到心里去。那我们看一下在下一个阶段，就是当下这个阶段，这是过去式啊，我们看一下当下你在他心中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改变呢？这个牌感觉到是有改变，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种子正在发芽，就是他对于你的了解有可能正在升级，不一定深化，但一定升级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牌是一个火的形象，火的能量在里边 sulfur 啊，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流火，这引发火光和雷电元素的啊某一个这个化学的或者是这个火的成分、火的分子等等。那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啊，有可能在你的世界里边，你已经完成了某一种爆破式的发展和成长，又或者说你有可能有一些发生了一些抓住人眼球，或者说改变你人生的事件，它已经知晓。所以我觉得在第三组朋友的世界里边，你们应该是有一些质的蜕变的。还有就是你过去在做一些事情啊，在努力经营的一些事情，有可能现在正在红红火火、火热的展开。所以我看到有可能你的身上有还不错的一些，比如事业上的进展呢，或者生意啊，或者是个人的爱好正在发展起来。他每次看到你呢，都觉得你在变得不一样，你在变得更美，或你在变得比以前能量更强。那这个牌也代表了你有非常强的一个自我激发和激发周围人的元素在身上，所以他会觉得你的身上永远都有这种生生不息的一个生命的活力和再生的能力。我认为我们第三副牌的朋友应该是比较性感，也是非常感性的类型，所以他会在你的身上既看到人性里边的光环，然后有这种朴素的坚持，或者说有一种忍耐力，他也会看到你有很好的调停力，他也会看到你有很好的爆发力。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他会觉得你是他比较理想的啊，比如说另外一半呢，或者说约会这样的人选。不过我看到他其实对于你的印象在不断的变更，这种变更有可能是随着你的，比如你在最近在做的一些事情啊，做的一些安排和这个活动在发生的变化而产生变化。那我认为这个人觉得你的身上这个爆发力也是比较强，会有比较明显的对于周围事物这种吸引力，或者说你有一种照亮力，你会把事物给照亮，你会把事物给打磨得非常的明亮，然后有自己的这种想法，所以他认为你正在崭露头角。
那我们第三组朋友在最近这个阶段有可能也正在去发展新的事业，他会对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官和不一样的理解。那我认为在这些卡牌看到的时候，更多有可能你们之间的这种印象会停留在刚刚认识啊、暧昧关系啊，或者说朋友的朋友啊、同事在约会的一个状态啊，而且是比较初级的这个约会。因为我看到他对于你的这个印象始终是会有一些可以让他标注，可以让他非常眼前一亮的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有可能会形成你在他心里边比较深的一层理解力和一层比如说印象，或者说还是一个符号之类的。当然我们第三组牌也比较像是这种朱砂痣啊，我们之前看过或感受过是一个白月光的感觉，那这边有种朱砂痣的感觉，有可能是得不到的，也会让我们有一点耿耿于怀也罢，隐隐约作痛也好，还是说会有一点跃跃欲试，有这样的一些元素他对于你身上这种吸引力其实是非常认同以及非常在乎的，而且他对于你是有一定的好奇。那我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验证牌，看一下我们的关系目前处在一个什么状态，来方便呢我们去进行一下对照。第一张呢，我们看到是 The Hermit 隐士牌，第一张是隐士第二张我们看到是 Ten of Wands 权杖10号的逆位，第三张呢 OK 我们看到的是 Princess of Wands 权杖公主的逆位，以及圣杯9号的正位。第三组是非常有实力的人，就是你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专长以及你的个人气质和形象在他眼中是非常明艳的。如果我们刚刚讲有白月光，你在他心中呢是凛冽的这种朱砂痣或者是红玫瑰，而且有点带刺。如果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是男生啊，或者说阳性能量来到这一组，他也会觉得你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然后孜孜不倦，而且你心中是有野心的，你心中其实是对这个三维是有企图心的。那我们在牌里边能够感受到，我们第三组朋友是在他眼中起码是一个老灵魂，而且是一个愿意去打破规则、打破常理做一些事情的人。他认为你愿意去背负一些责任和压力，而且你会做到很难的事情。那这边呢，我们看到权杖公主和圣杯9号，代表了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取得过一些成就和成功，让他眼前一亮，让他惊讶和惊叹，让他觉得你是带刺的玫瑰，或者是带刺的蔷薇，以及有可能你是你是一个非常发光以及非常叛逆的存在。比如说你是男孩子的话，那有可能你喜欢的事情还蛮偏向于小众一些，所以他会觉得你仿佛在取得一些成就和成功，但同时你需要被看到，你需要被理解和呵护，然后有可能是你是需要被富养和贵养一点的。比如说你要就给予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和陪伴，才能够成立为一段跟你的亲密关系。那第一张隐士牌，他认为在你的内心深处有藏着的一面，他没有看到的部分，有可能是你的某一个眼神，或者是某一种形象和气质，让他会觉得你愿意去铤而走险你愿意去冒险，你愿意去承担一些比较困难的责任，是因为你有一个不想服输的倔强的小孩。而且他认为其实你在某一个专业和某一部分的这个特长上，其实是有非常好的表现和表达。然后如果是这个阴性能量女孩子来到这里，对方认为你有非常火辣或者说非常性感的这个外表，起码你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在你认真做事情的时候，他会认为你会有非常不一样的一面给他呈现和看到，他觉得你是他比较理想的或者说梦中情人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又有点不好接近。如果之前有点吵架或有点摩擦，我认为对方会觉得有一些心事你是不爱去表达出来，而且你愿意去承担或愿意去向前吧，比如说冒险或冲在第一名去做到一些你想要的原因，其实并不代表你的内在是多么的坚强，多么的不可攻破，相反有可能你的内在非常的需要和讲求周围人对于你的理解和接纳。而且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也是相对来讲的完美主义者，就是当你们去做事情的时候，我看到你们都会让自己做到最好，但有的时候他觉得你其实是反而非常需要保护的那一个，有可能你忘了，好吗？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给他一种感觉，你很像是他过去的，不管年龄是什么样的，你很像是他过去认识的某一位旧友和熟人，你很像是他过去的某一个学弟学妹邻家男孩女孩，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好，
这个是两个人之间的状态啊。我看到，如果在你们的关系里边有这种非常激烈的啊，比如说是摩擦也好，争吵也罢，其实这代表了你们对对方非常吸引，但是还没有达到非常懂，互相非常懂的一个状态。他会觉得有的时候你有一点点的就是固执或者自我膨胀，有的时候他又会觉得你讲的非常的有道理，好像你比他更有智慧，所以我觉得当下他还在去 catch， 试着去抓住跟你之间交往这个节奏。如果你们已经交往的蛮久了，他会觉得你的个性其实是非常鲜明，而且不容易去进行一个比如说中和和妥协的类型啊，并且其实你的身上除了强烈的比如说像火的气息以外，还有非常温柔的一个内在，所以说你的内在是非常细腻以及非常善良的。也有很多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会做一些公益，你们有可能会帮助一些人，有可能你们对于小孩、动物、老人非常的好。好，下面我们看一下你在他心中的位置，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我们看看他的想法啊，看看我们心中所想这个人什么样的状态。第一张我们看到是月亮的逆位。好，你继续抽一下啊。然后我们看到 Two of Swords 宝剑2号的逆位， Seven of Swords Strength in Reverse， 我们看到力量牌的逆位。看一下，这应该是力量牌哈，对，力量牌。好，那继续我们再抽一下 Justice in Reverse， 正义牌的逆位。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也有这种，就是有可能你们在交往，或者说你们刚刚在交往和约会当中有点短暂的吵架和相互不服，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啊。所以我看到其实首先对方他很在乎你的一举一动，他在观察你啊，不管是在社交媒体啊，还是这个网络上 SNS 上，他会观察你。我认为这个人他心里边的想法是，他觉得在你心中他的位置好像在降低，好像你不会服他，你也不会去更多的接纳他和看到他。我觉得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元素。最近的想法里边，他会觉得其实他开始慢慢的理解你了，他也知道自己有的地方有一些盲目和不负责任，或者说他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啊、脾气之类的会有触动到你的地方，他为此而感到沮丧，而感到不安，但不一定呢马上就是一种道歉的状态。我认为这个人他心里边其实是有非常想要去有可能是震慑你啊，或者说能够去就是控制住你或压住你这样的一种想法。他希望在你的面前他是强大的，他一样是火热的，他一样是拥有光环的。不过我看到你们两个越是因为某一些事情去进入这种沟通也好，还是这个就有可能是磨合，有可能是摩擦啊，有可能越是会让他觉得他内心当中的某一种自卑和不可控制、不可确定性在被点燃。所以我觉得他不愿意去更多的面对这个感情。如果我们当下在一个断联的阶段呢，或者说我们有可能争吵了几句，这个关系莫名的就不读不回了，已读不回，或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我认为这个人的心中对你依旧存留着强烈的好感，以及强烈的有可能是愤怒，有可能是情绪还在啊，所以他会有点介怀跟你之间这个关系。他觉得你是一个爆发力非常强的人，就是在温和平静的外表底下，其实你有火一般的光环和斗志。那他也会觉得很多时候跟你之间的这种沟通是错开的，他想表达的一些东西反而没有被表达好，或他自己有可能没有很好的震动喉咙去跟你沟通，他用一些暗示的方式反而也被你误解了。我认为这个人对你依旧存在好感但当下他有可能偏向于有点想躲起来。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对于我们这个看法和位置有变化吗？我认为其实从我们的这个主牌 Oracle 上来看其实他对于你的这个观感是在提升的，他认为你好像在比以前变得更好。不过这个反而会让他有一点沮丧、愤懑和扎心我们这边看到宝剑3号，也就是说呢，这边我们的权杖王子和权杖公主出现了，对方和你不想
就是认输赢，对方不想承认自己输给你。那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会说，这一定要是一个比赛吗？我没有要去赢他，甚至我都已经输给他看了。那我认为这个人的自尊心和好胜欲非常的强，他依旧希望自己能够去统领这个关系，能够去以他的一己之力啊，以他的能力去吸引到你，他也希望自己在你的眼中能够有光环。但是看起来就是目前这个关系的发展，就是和他最初的心愿都是相悖的。我认为这个人他内在有一个顽童，有可能他的内在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激烈或非常暴力的内在小孩，所以我认为他在关系里边是稍微强势的，不管男生女生，对方都偏向于强势一点，而且比较有自己主观的看法，而且他很在意自己的看法有没有被接受，不被接受的话，他内心当中其实是会有一定的伤痕出现的。这个有可能跟他原生家庭有关呢。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处在一个变动状态当中啊。我们看到2个4号牌的逆位，有权杖4号和圣杯4号，所以代表了有可能最近一段时间你们的关系处在不稳定期。然后他呢对你就是有一种忽好忽坏、忽上忽下的感觉啊，就是时而觉得你那么有魅力，时而觉得你那么伤人，时而觉得你是那么的有光环，时而又觉得这样的你有点让他感觉到被刺痛的。所以这个命运之轮逆位代表了他觉得你们2个之间有很深的纠葛和连结，有的时候甚至非常像彼此。但是当你们真正成为了我们在爱情当中比拼的这个有可能是竞争方或者是敌人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在感情里边他有可能承受了一定的委屈和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他认为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是很有魅力的人，所以周围有可能会有竞争的元素，比如有其他人喜欢你，或者你有可能潜在意义上会选择其他人，因此他有的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困惑。那我们第三号牌的朋友心里边有可能会有一定的疑惑啊，就对方这样他真的是喜欢我吗？那他最近的这个想法里边到底是为了赢啊，为了就看到我给他的价值，还是说他在为了什么？这个牌里边其实带有这个权杖能量是非常多的。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有可能是火象星座比较多，牡羊座、狮子座、射手座。然后这边也看到有可能当下处在一个短暂的断联啊、吵架之后，或者说2个人为了一些然后我看到是非常需要争输赢和谁能够主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会有摩擦，有可能跟现实也有关系，但是关联并没有那么大。这个关系的主旨其实是谁在关系里边可以对方依赖，被对方接纳，被对方认可。他认为你有可能一直在去努力塑造一个有可能是独立的形象，或者是你在某一个方面有可能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形象，但他始终认为你有可能也是需要他，有可能你需要服软一个给他，或者有可能有的时候你的这个火的能量，我们是流火嘛，就是一点即燃的感觉，所以他会觉得在你身上会有一些隐藏的不确定性的，或者说危险的一些因素。我认为这个关系还是挺心跳的，然后也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当下会有种非常追逃或者说这种猜谜啊，或者说竞争的感觉。因此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在短暂的这种断联啊、复联的阶段，也会去引起对方一定的注意。我看到这个人他现在对你就是不想放弃。如果说观感有没有变化，他是通过更了解你，发现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有主导力、非常有主权，而且你是一个非常大胆，你对于人生其实有很多渴望，是这样的一个对象啊。所以我认为他心里边其实一开始他所要去呈现的一些东西有可能无法实现。我们指的这个无法实现有可能是控制，有可能是自尊，有可能是掌控力，有可能是他想要去推进这个关系，而你有可能拒绝他了，你有可能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方式，等等等等。在他心中你是自由的，在他心中你有可能过度自由，又让他有点抓不住的这种感觉。那我认为呢，这个人在未来的这个阶段啊，有可能慢慢的变得想要继续去跟你沟通一下，因为我觉得他还是在去一边试着你的性格和喜好和个性，一边按照自己既定的这个计划正在去有可能是发展或者说增长这个关系。所以我认为对方呢，他在最近这个阶段有可能会体现出某一种多动啊，或者说你会觉得他的一些行动有点奇怪耶。有可能他对你的这个态度就不太一样。如果他和你是同事啊，或者是友人的话，我认为他对你的这个状态其实是非常霸道和有占有欲的，所以他就不像是这种普通朋友对你的态度。你有可能轻易的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些喜怒哀乐，一丝在乎的，就是不悦的那种神情啊。所以说，我认为对方对你的好感度还是比较强。
我认为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对他是有很强的吸引力，也包括你对他有很大的一种价值感，就让他觉得如果他可以去接近你，他可以去跟你连接，有可能这也代表他可以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和魅力。那我们第三组牌朋友有可能会认为，哇，他是不是这种有点自恋，或者说他是不是真的就在这个爱情里边，他在投入他的关注和关心在我们的身上呢？我认为有可能对方目前小我还是比较大的，他想要在现实世界当中去体现出的这种个人价值，也跟他的情感相连接。我认为他很爱他的面子，所以他希望能够去体现出他的这种优秀，有可能也要通过感情，然后在爱情里边，他是一个矛盾体啊，我认为他渴求长久和稳定的交往，但是他总是觉得在不管是两个人交往当中，比如说两个人的交往里边，他会有权杖五矛盾，或者说跟你的意识啊、意念有一些不一样的时候，他会有点如临大敌的感觉。那如果是在这个社会群体当中，我们在进入一个爱情的交往，他会觉得这个竞争比较多，有可能周围喜欢你的人也挺多的，或周围这些什么生活呀，然后家人呐，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金钱的元素，会让他觉得他现在是有一点烦乱，有一点没有重心，没有办法找到他的这个位置。然后我认为他其实在当下一直是期望和渴求能够在关系当中有一层深入，不过以他目前的能量，如果跟我们第三组牌朋友发展的不够好，我认为他个人的情感也包含了他个人的情感运势也处在一个动荡、偏颇和有一点这个就是过度偏激的一个状态。好，这是第三组，我看到他有可能个人的这个比如升职升学的压力有点大，再者就是他渴求证明自己，包含了在你眼中他不希望被你看扁，或不希望被周围的人看扁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我认为这个人莫名的在意你，如果你觉得他只是一个朋友，或他有可能没有跟我们交流更多，我认为这个人想要吸引你，他在意你啊，或者说如果说我们之间有其他的选项啊，或者说我们之间有这种工作生活然后目标上的隔阂，这个人在心里边也是在意你的。我认为这个第三组牌的朋友是不一定完全是相互暗恋，但是相互莫名在意和想要牵制对方的元素是比较多的。看一下对方啊，就是这边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然后有没有一些这个关系能量上的变化。我们看到啊，塔牌、宝剑四、太阳的逆位、Ten of Pentacles、金币10号往后排，还有什么？权杖3号。在未来的我看到有可能是3到4个星期以后啊，我认为这个人他的状态能够转好，而且呢，他容易顺势复出，就有可能在你的世界里边再次出现了，或者当下你们这个沟通啊，感觉有点紧张，有点 intense， 或者说你会觉得跟对方的沟通合作不够好，我认为这个人他会转过身来，以一个比较好的姿态走向你的生活。我看到这个人他想要进入你的生活，如果他愿不愿意，他想不想，我相信他是愿意的。所以我看到他有可能会有一种，我把自己的这个形装啊、状态啊、气质啊都整理好，重新给你看到我闪亮的一面，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有些朋友，如果他和你在工作上有交集，跟你在工作上有合作，我认为这个人在未来的一个阶段也会以工作或者说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琐事啊，然后为一个突破口啊，也不一定只是借口，有可能是突破口，然后希望跟我们第三副组牌朋友进行交流。我认为你身上始终有一个光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像磁铁一样在吸引他，所以我觉得他呢有一种辗转反侧，然后不甘心或者不想就是这样的，或者说失去你，或者说跟你没有连接，他不会觉得更快乐。也有少数的朋友，如果你们的关系在一个长期的断联当中，我认为这个人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他在打造自己，所以在打造自己完成之后，有可能他会以一个新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认为他想的是我怎么华丽回场啊，怎么样这个华丽付出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看到他当下在意金钱，在意工作，所以有可能他对于这个工作中的合作和个人的晋升啊等等的事情呢，有比较大的热情和投入啊，有可能是最近他的这个事业也正在去逼迫他，让他向前走一步，也在逼迫他更多的去跟人合作和配合呢代替了竞争啊，这样的意识会变强。还有就是我认为这个人在未来的1个月，在春分之后，或者说未来来看这支影片的朋友，1个月多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好像又变了，他之前好像
有点暴躁啊，或他之前有可能情绪并不是很好，或我们两个的沟通没有很顺，有可能他会用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精神抖擞的来到你的面前，有可能也会有一些邀约。我认为这个人心里边其实就是没有放下，他对你的悸动始终存在。然后我也看到这个人他非常期待，有可能跟你有共同的出行，有可能有好的体验，有可能能有一些约会，或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些私下的更多的交流，有好质量的这种沟通，他想更了解你。我认为这个人在私下观察你，他有可能会猜测你啊，不一定猜得准，但他会去猜。再者就是，如果你们的关系有一种忽上忽下、忽近忽远的感觉的话，他希望能够拉近。因为徘徊了一圈之后，他发现你还是像磁铁一样吸引他，你还是有光去照耀他。那我认为他还是会往前进啊，代替这种后退的状况。如果过去呢有一些这种纷争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人就另外一半啊，但是他是忽远忽近的，我认为这代表了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也是权杖王后啊。我们这边看到权杖国王已经出现了，所以这边我们权杖的人物卡牌都出现了，权杖王后、权杖国王、权杖公主、权杖王子，代表了我们这边呢，其实你和对方也是比较相连接的一个镜面关系，而且你们这个关系里边其实有非常强烈的这种相互行动啊、相互征服和相互证明的一个元素。我认为你和对方这种激情指数非常强，也就是你们之间这个荷尔蒙是相互吸引的，所以你们的关系也非常容易卷土重来。然后也有些朋友，如果在过去的3个月到半年期间跟他断联了，你们之间有可能走得越来越远，有可能有距离问题。未来的这1个多月左右啊，比如说4个星期啊，或者说比如说到了4到7、8个星期吧，这样啊，你会看到这个人一定会有行动。我认为在未来的发展里边，行动占有绝大多数，而且他是一个蛮多动的人，有可能他的世界很忙碌，有很多事情要去就是被履行、被完成，他有可能有很多责任，所以他也要让自己主动忙起来。我认为这个人会通过他努力的行动来吸引你的关注。或者他要去制造一些活动啊，制造一些场景，制造周围人的一些连结，吸引你的关注，吸引你的出现，吸引你再度关注他。所以我看到你们之间还是有一种未完待续的感觉。当然其实第三组牌朋友会觉得对方有一点目的性强，或者对方有点太多动了，或者说他的这个感情走的并不是内向型的，或者说心理系，或者说灵性感应方面的，我认为他还是比较贴近于通过行动来进行感知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我觉得你和他之间呢需要去多多的配合，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他是这样的一个旋律，他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啊。好，那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这边我看到你们是突然的争吵，突然的断联，那对方有可能也会突然的示好啊。国王牌的逆位，金币公主的正位，宇宙让我们慢慢来，然后放下一些成见，或者放下对他一些固定的评判，你可以重新看待他。而且我看到你们关系如果要修复的话，速度是非常快的。那我也看到其实你们之间有可能有一些误会和误解，是在沟通上的，在这个语言上，在这个有点会错意啊，或者说有一些事情会造成我们的误会，造成我们的困扰。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可以解除的，不管是多久之前的一些误会，这个人和你之间的误会，以及有一些相互没有注意、没有觉察的部分啊，通过圣杯2号节制牌的逆位，然后或者说有一些恶性循环，我们2个人都没有好好沟通，我认为这个是可以解开的。比较好的一把钥匙是魔术师，用灵活的方式跟他沟通，甚至你可以跟他用轻松的方式来沟通一下。我看到你们的沟通其实是一来一往的，而不是说一个人在传递着什么，或者说一定要去教会对方什么，也一定要对方去习得什么和领悟什么。相反，其实是对于相互的了解变得更深了，你们一起去解决一些问题，你们一起去经历更多的东西，你们发现对于彼此的生活给予了很多正向的支持、关注和能量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自然而然的被解开。那我认为如果是在固定关系当中如果这个就是你的伴侣你的另外一半你应该很快会重修旧好，这个人对你是很有热情的，这个热情有的时候也会被占有欲所淹没，所以有的时候他会一时的比如说这个晕船或者说一时头热上头之类的发表一下他这个大男子或大女子主义的一些言论，或者说一些行为和行动。我看到有的时候他会冲动之后他会后悔之后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所以如果这是我们第三组牌喜欢的人，那我觉得你们也可以给对方一点空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回过头来或回过身来，面对面的2个人可以沟通一下。
还有一些朋友，我认为见面比较重要。如果你们一直在通过网络啊、信息啊等等的方式来沟通的话，见面啊，能够让你们之间很多的猜测被融化，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臆测被融化。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真实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们可以通过非常直接的了解跟对方去谈好，或者说理解清楚。不然的话，我感觉有点可惜，就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宇宙要告诉我们，并不需要难过和过度的去焦虑，以及过度的紧绷。然后你们可以去适当的保持一些轻松、快乐和有可能是乐观啊，也有可能是在春天里边，我们去感受到更多的生命活力啊，然后把这个能量注入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世界重新恢复春天，我重新恢复生机。因此我看到其实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边，我们第三组牌朋友的这个气场和你们的整体能量状态也非常的重要，你们完全可以让自己再重新修复和稳定一下，不只是针对他，也针对我们的整体生活，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这种交友，或者说我们的这种个人身心灵能量的平衡。在未来1个多月啊，就是我们这个北半球的春季即将到来了，冰雪即将融化，所以我看到在过去2个人之间没有办法去和谈和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一些问题会被我们很好的面对，也就让我们呢既有玫瑰，或者说既有这个有可能是木兰呢这种身上的这个强韧啊，也有水一般的温柔，让这种温柔呢注入我们的世界，注入我们的情感链接，也注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将会发现，你们的整个的生命活力，或者说你们的磁场将会变得更加的扩大和圆融。好，还有就是我认为第三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和对方还有机会；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全部都是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的。因为这边有权杖人物牌代表了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并不只是要去顺遂对方的人，你可以按照你的主观意愿，或者说你的意愿去建造你的感情，搭建你的感情世界，这一切都是你意识的显化。所以我们第三组牌朋友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情感链接，也可以主动去显化它。然后我看到在你们的世界里边有真正懂你们的人进入，或者这个人他会变得越来越懂你，我认为他可以的。当他一开始试着去预测你，试着去了解你，有了一些既定印象的时候，这是一个层面。当他开始了解你，发现你在冰山底下掩藏的这个流火的热情，或者说火光一般的冲击力的时候，这又是一个层面。等到下面，如果他愿意继续深入这个感情，他会愿意去进行相应的包容和对谈，这样的一个相互理解才会变成真正的流通啊，真正像水一般的流通。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的感情有可能也会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温柔，或者说比以前更加的拥有质量或者说比以前更加的知道相互去理解和相互去辅助啊。这个圣杯2牌其实是非常好的。好，那我们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啊。在这个海牌当中，我们看到火的能量比较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处女座、狮子座、天秤座、双鱼座在这一组里啊。也有一些朋友你们身上有这种水的元素啊，有这个巨蟹、天蝎的元素。好，星座是一个参考，我认为无论怎样，你是非常吸引它的存在啊。看一下最后宇宙给我们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我们看到11号牌，翻译过来是这个 Odoloki，就是惊讶、讶异。这个讶异我感觉就代替了这个 surprise， 它不太像是一个惊喜，反而是我们重新认知这个世界感到惊讶，或者说我们用孩童的眼神看花朵、看蝴蝶，然后看花粉等等啊，我们会有非常不一样的体察，这个是多维度的一种观察。所以对于我们第三副牌的朋友来讲，爱情或者说情感，或者说一个人，它有可能并不是你过去认知的状态，因为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老灵魂的眼神，或者说你已经看到、感受到、听到了，心中也明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我觉得这个女神她更多的是用她的外表在掩藏吧，或者说在收起内心的热情，因为我们的卡牌是狂热嘛。因此我看到其实第三副组牌的朋友，有可能你喜欢一个人并不会特别明显的表达，但是你是属于那种外冷而内热的类型，而对方恰巧也是这样。
这边的11号代表了我们的眼神突然发生了转变，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们之前没有发现、没有遇见过的东西，有可能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遇见的这个人，有可能是他的真性情、真的本能，或者真的对你对于爱情的某一种理解开始诞生。这边有圣杯9号，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跟小孩子啊，你们有可能跟育儿，有可能你们跟比如说高维度的灵性小孩，或者说你的内在小孩有着相互的连接和共通。有更多朋友在爱情当中，你需要治愈你的内在小孩，连接他和让他感觉到快乐、喜悦和惊讶。好，爱情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说是千古难题吗？也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基于我们本能的对于人类延续的这个使命，我们需要去产生在爱的基础上产生情愫，而情这个链接有的时候会反过来教会我们如何去爱。所以有爱也有情挚爱也至性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其实是很好的一种体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格局的展开。那第3副牌的朋友，你要和这个世界交朋友11号这个 11 house， 你要和这个世界交朋友，你也要和自己成为好的朋友，并且当你和自己成为好的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带入自己到任何的一个情境，你的想象力、你的显化力、你的这种沟通理解力都在提高。那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这边都是海王星海王星的双子8宫，海王星的处女6宫，也就是最近这个阶段，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双鱼月3月到4月阶段，我们这个水星也在发生逆行。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幻想，或者说有这种预知梦会有梦境当中的一些体验，这个人有可能跟你在梦境当中有连接。我们第3副组牌朋友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去创造你想要的世界，因为你们的认知在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个事件本身也正在为你发生着动容和变化。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事业和个人的这个身份形象的塑造上正在去打破和变化，有可能你在变身份，你在转职，你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新的形象，你希望有一个新的发色，你希望有一个新的这个形象的展现衣着的展现，最近也是一个你可以去蜕变的好时机。我看到第3组的朋友，你们可以更好的去蜕变你们内在的能量，从一种保守和内收变成一种收放自如跟外在连接的体验。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第3副组牌朋友的桃花变好，桃花质量变好，而且你和周围人的这个人际关系以及交流会变得更加柔和。而且这个温柔的能量将在3到4月，或者说未来的1个多月当中涌入，因为我们这个春分就要到了，然后这个能量也正在去提升和变化，所以祝福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将你们内心当中的爱和热情真正的点燃和抒发出来，跟这个外界发生真实的美丽的碰撞。我看到你们的热情和爱不需要被封存，不需要被封印，也不需要被太好的保护，你们需要的是去释放它，去照顾它，跟它一起快乐。然后我看到在感情上你在吸引周围的人，但如果是正向的吸引方法，你们的感情关系有可能是健康的；如果是负面的吸引方法，是冥王式的、控制式的，或是毁灭式的、占有式的，就有可能会让关系在某一个阶段变得更加局促。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是通过对方去打开我们内在小孩的空间和格局，去发现这个世界更多的美。我认为你们身上有太多的美可以去发现了。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其实是非常万花筒式的人物，而且我看到你们和自然和动物的连接也非常的深刻，有可能你们会和大地萨满之灵有非常好的连接。所以在未来的一个阶段，第3组牌朋友也可以去接近花草，接近这个动物植物，你们将会在这当中取得灵感和疗愈，也会让你们的个人情感能量变得上升，变得灿烂，然后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幸福，这个幸福指数会变得更高。所以祝福我们第3副组牌朋友钥匙在你们的手上，你们拥有一切的选择权，并且我看到你们也将会未来去体验到跟人之间或者说亲密情感给我们带来这种非常美好的支持和体验。祝福大家，也希望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春天。我们今天做的卡牌看到这里，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和连结，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